末世降临，一块饼干能让校花投怀送抱，一块面包就能让你能对大红大紫的明星为所欲为。只因我有无限物资，直接在末世当上了女儿国的国王。正在打工的我脑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声音。距离末世来临还剩下2坤时，发送末世大礼包 1.0 版，无限物资已接收，强化身体已接收，武器装备 1.0 版已接收。备注：凭意念提取物品。切，一看就是糊弄人的，有本事你给我来一个战斗机！我靠，赶紧消失，赶紧消失！我找到没人的地方，尝试用意念打开武器库，发现里面全是各种各样威力巨大的烧火棍。现在自己的身体也是强的可怕，徒手掰断麻花钢，一拳打碎一面墙。回到出租屋，科普了一下末世法则，自身利益重要，更是不能当圣母。我在武器库中随便拿出一把烧火棍。来吧，末世，老子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，老子不是小哥，老子是大哥。凌晨一到，外面下起了小雨，恐怖的尖叫声顿时响彻整个小区。只要被雨淋到，身体就会被硫酸腐蚀一样。与此同时，整个小区渐渐亮起了灯光，都站在阳台上疑惑看着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看着铺天盖地的新闻，都是不让接触雨水和囤积物资。自己刚想吃个红烧牛肉面压压惊，突然想到自己有无限物资，直接来了一桌山珍海味，品尝着富人才能吃的美食，快乐的刷着手机。吃完饭后，看着人们在1楼因为物资大打出手，不少人还冲进了便利店里抢物资，老板根本就拦不住。你们这些男人不知道女士优先吗？有你妹啊！漠视了谁还惯了你？没抢到物资的人开始想着其他的办法，开车出去买食物，但看着车轮胎慢慢腐蚀，谁也不敢出去。1个小时都没有，秩序就开始乱了。就这点水源根本就撑不了多久。家里有桶装水的还好说，但是等所有食物消耗殆尽，人性恶的一面将全面爆发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亮丽的身影吸引到了铁柱的目光。倩影空姐映我眼，细眉如画樱桃嘴，玉腿修长白如纸，前凸后翘高跟鞋，性感风情撩心弦。此女铁柱送外卖时见过几次，是一个空姐。走吧，安白，这里也都被抢没了，反正家里还有半桶水，这雨应该下不了多久。等到过几天都没了食物，我就能感受到曹贼乐趣了。大雨一直下了7天7夜，铁柱决定去地下车库瞅瞅。整个小区物资交易都在地下车库里进行，整个地下车库犹如集市一般。女人们拿出名牌包包、化妆品兑换食物，男人们则拿出名牌手表等，还有将自己5010泰的显卡给拿出来兑换水。爱马仕夏季款，换1箱矿泉水。劳力士水鬼换4瓶水，错过就没了。很快就被人用物资换走。这一套配资下来多多少少得5万吧，结果就这么给换了。不过现在还有正常交易，但再过3天恐怕就不是这么交易的了。忽然，铁柱看见邻居的漂亮主播也在摆摊卖化妆品，由于长相出众，他摊位也围了不少人。美女，跟我回家一次，这瓶水就给你了。哈哈，我出2瓶水，我出3瓶。无耻，滚开！装什么装？那边的颜色区1杯水玩一次，给你3瓶算看得起你了。我跟着那男人指的地方看去，那里站着不少穿着凉快的女人，浓妆艳抹，质量堪忧。忽然，一阵密集的脚步声响起，带头的男人一脸横肉，带着20几个小弟走了过来。所有人听着，将物资交出来，免得受苦。兄弟们都给我抢了。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大白天抢物资？王法，我丁峰就是王法。来人，把他的腿给我拆了。砰的一声骨裂，镇住了所有人。对面如此凶残的人，哪里还敢反抗？老老实实把物资交上，免得被白白打一顿。那边站着的几个女人也给我带走，回家一起玩游戏。本来就没多少物资，还被他们给抢了，你们怎么都不反抗？那么多人，你怎么不反抗？每栋楼层之间都有一个卷闸门，我建议将我们这一栋楼封闭，免得再被掠夺。就算要交换物资，从卷闸门的缝隙交换也行。这男人的话一出，立马引起了赞同，几栋楼就将周围的卷闸门拉下锁。我还有一个建议，男同志们团结起来，搜寻物资，也有能力抵抗那些恶棍。他的提议一下就有人响应起来。我可没兴趣给人打工，都末世了还打工啊，脑子有病。回到自己家楼层，铁柱就看见蹲坐在房门口的网红女主播孙婷。原来你躲起来了呀？你家还有水吗？我家有没有水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哼，屌丝就是屌丝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屌丝，如今末世来临，也只是想好好活着，大家相安无事。我不找你麻烦，你也别来找我的麻烦。时间再次过了3天，雨依然没有要停止的意思。5栋楼分了5大派，达成了一定的协议。我所在的3号楼晚上要召开一次会议，地点是地下车库。各位业主，我叫董飞，之前是企业高管，
承蒙大家看得起，来领这个头。危机已经1个多星期了，龙方也没消息，什么救援都没有。咱们这3号楼的物资想必也没多少了。昨天4号楼就有人冒险出去抢物资，虽然折了1个，但至少有了食物。所以我建议，我们也组个车队出去搜索物资。然而董飞说完，没有一个人回答，毕竟这是要命的活。我也不勉强，不想出力无所谓。等我们拿回来的物资，你们可别志染。拼一拼总比在家饿死强。我去。那我也去。宁谷，我们家已经没吃的了。急什么？我爸说了，他在想办法给我们送吃的。难道你想让我去嘎啊？不是，我不是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几个意思？我的意思是想你去意思意思，你别理解错了我的意思，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大概3个小时后，2辆车带着冒火星子的轮毂回来，去的时候6个人，回来只剩下4个。外面已经乱透了，都在抢物资。你老公还有你儿子都是被别人打嘎的，不是被雨淋。大家听后面面相觑，脸上布满了恐惧。不过当看见后排还有尾箱的食物、水，原本恐惧被渴望代替。我要水，我要水。还有谁来抢？听好了，男人想换物资，那就必须出门；女人想换物资，拿你们自己来交换。一个人活生生被打嘎，所有人吓得不敢吱声。董飞的话刷新了所有人的3观，但也不怪董飞，这些物资都是拿命换来的，凭什么共享？末世有末世的规矩。夜晚，打扮妖娆的孙婷敲门找我要水。大哥，能分我点水吗？我还是喜欢你那高傲不驯的模样，恢复一下，叫我臭屌丝。帅哥您误会了，是我有眼无珠。我长长哦了一声，拿水缓缓降低瓶口，水缓缓流下。孙婷根本就没有任何迟疑，喝了起来。哎，看你脏的，去洗个澡吧。你这里还有水洗澡？当然了，洗干净点，多擦点沐浴露。完澡的孙婷连一句谢谢都没说就要走。吃了我的东西，用了我的水，拍拍屁股就想走了呀？哼，那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说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是打火机还是喷水枪？吓唬谁呢？砰的一声响动，整栋楼的感应灯都亮了。小区所有人都被这道声音吓了一跳。孙婷顿时瘫坐在地上，吓得瑟瑟发抖。本以为这是羊圈，没想到是虎穴。大哥，饶了我，我啥都听你的。放心，只要你听话，就不会受苦，还能吃香喝辣。好的，我一定好好配合你。大威天龙，大威天龙，大罗法咒，大罗法咒，我惹军火，我惹。神，是谁开的火？你们特喵的先别玩了！董飞此刻感觉这把武器已经威胁到了他的地位了，此人不除不快。大哥，我感觉这声音就在咱们这栋楼。俺也一样。你们俩快去，挨家挨户检查一下。大哥他有武器啊。每人1箱方便面和矿泉水。好的，大哥，你们悠着点，留口气，等我回来。一个快40多岁的老女人，你就这么喜欢？董哥，你不知道，这女人平日我就眼馋了，要不是这末世，还真没办法，还得感谢一下末世。嘿哥，这楼里还有个主播和空姐，那模样妥妥的美人啊！你小子倒是聪明，有我罩着你，以后出门保你不嘎。谢谢哥，等你用完了之后，给兄弟也玩玩就行。放心，有你玩的，这世道就是女人多。两人直奔603，而屋里的宁古格外的暴躁，坐立不安，又渴又饿，已经快神志不清了。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将屋内的两人都吓了一跳。知道你们在屋里，开门。你们有什么事？兄弟，饿了很多天了吧？我们物资很多，有想法来201聊聊。然而外面的人说的物资很多，却不断在他脑海里游荡，侵蚀着他的最后的意志。很快两人来到了701敲门。你俩敲门轻点，吵死了！你特喵的找嘎是不是？怎么跟我大哥说话了？但两人看到屋内全是山珍海味，震惊不已。重点餐桌旁边还有一个漂亮女人在吃东西。大哥，这好像就是那个女主播。你小子有点路子，吃喝不愁，家里还有美女。说着瘦子不管不顾的就开始吃了起来，丝毫没把当外人。小子，识相的话就把吃的拿出来，这个女人交出来，少受点苦。这些都是我的，你算老几？不行。哎，招惹谁不行，非选择他，这两傻帽嘎定了。哥你闪开，看我收拾他，让他下跪叫爷爷。看着冲过来的瘦子，铁柱一拳就将他打倒，扔了出去。说吧，现在外面什么情况？现在外面很乱，为了抢物资到处嘎人，周边的便利店、超市已经被几个小区洗劫一空。
你们老大是怎么打算的？老大说，等这批物资吃完，就去抢周围小区的。你们还有多少物资？省一点，应该能应付1个月吧。对了，你们老大是不是在这个？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把物资都给你，咱们无冤无仇。砰的一声，话没说完，光头族楼下，董飞等人再次听到声音，脸色骤变，就只见光头也嘎了。董飞目光一聚，从这2个人落下的位置，应该是从自己家楼上被扔下来的。狗子，查一查我楼上的这些业主信息，看有几个没有来报道的。董哥，楼上现在只有2家没有来过，6楼一个叫安白的空姐，7楼一个叫铁柱的送外卖的。那个空姐我以前在电梯碰见过，长得巨好，皮肤也白，身边跟着一个高富帅男朋友。难道是她那个男朋友有武器？她那样也不像了。那个外卖员身上怎么会有武器？难道自己猜错了？此时4号楼中，风格还是得想办法把枪搞到手。有了武器，你就是这个小区的皇帝。而且3号楼有个空姐和主播长得极好，要都是你的，那得多爽哦！女人的话让丁峰心动不已。一栋楼不是丁峰的目标，他要掌控更大的权力。所有人听着，明天开个会，准备，叫人把3号楼攻破。生存，把宠物城市尿液为宜。3号楼603号。安白，你先在家，我先出去一趟。你是不是要去找他们？你烦不烦啊？我不去找他们找谁？老子的保时捷就换了1瓶水，2块面包。你倒好，什么都不做就享受我拿回来的食物。实话跟你说，我已经跟董哥达成了合作，你每天去陪他们1次，我们就能活下去。宁谷，你竟然让我去陪那些人！你吃的高档餐厅，用的名牌首饰和包包，都是我给你买的。你以前不是说能为我去嘎吗？现在还不是让你去嘎，只是让你牺牲一下身体而已。以前是我付出，现在换你了。看着离开去找董飞的宁，感到绝望的安白出门后，看见了铁柱，极度饥饿的安白还是忍不住的开了口：你们家还有吃的吗？当然有吃的，可是主人的食物只给服从他的人。听说你男朋友要把你给卖了？他没有。你应该还不知道，咱们这栋楼啊，有个男人群，昨天你就在里面拍卖，价格还挺高，1瓶水半个小时都有几10个预约了。不可能，他只是让我去陪董飞。别傻了，你看看，董飞只是你的第1个客户而已。看到这一切的安白，泪水哗哗落下，感觉天塌了。你是想留在这里吃香喝辣，还是选择去当玩物？你自己决定吧。我选择留下。好，这物资你们随便吃，随便用，你先养2天再说吧，补补身子也不迟。谢谢主人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响起了一阵咆哮声，原来是宁谷回到家里发现安白不见，都已经跟客户谈好价格，人居然跑了。便宜货，你躲哪里了？快出来，别逼老子找你。然而我打开门，他却发现安白在我的屋里，里面还有各种食物。贱人，你特喵居然吃独食！这些肯德基都是我的，还有这边的水也都是我的。安白，你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过来！我的女人可是按分钟来收费的。听着宁谷的话，安白流着眼泪，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。不好意思，他现在是我的了。你这个便宜货，给我过来！说着就要拉安白走，只见我手里突然拿出一把武器。你过来呀！大哥，有话好说，怕你想玩多久都行。怎么吃了我这么多东西，不说一声谢谢吗？啊，对，谢谢大哥。砰一声，宁谷族。然而这一声巨响再次让小区大朗的陷入恐慌。这武器的声音明显略有不同，稍微懂一点就知道是2个不同口径的，说明小区里有2把武器。吓得大佬们集体在群里开会，如果是2个人，如果他们联手的话，自己这边将毫无胜算。这时董飞群发了消息，晚上3号楼所有人去地下车库开个会。走，今天晚上带你们俩出去玩玩。他喵的，那个宁谷居然给我玩消失，还收了我1块面包的定金。那小子还收了我1个卤蛋定金，等下收拾他。忽然，一个清瘦的男人拉着自己媳妇来到董飞面前，讨好笑道：董哥，这是我老婆，我想换2瓶水。就你这黄脸婆还想卖2瓶矿泉水，压死了你！那1瓶就够了。我想吃喝自己出去抢。我娶你有什么用？1瓶水都换不来。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没良心的，我跟你拼了！而旁边4号楼卷闸门里，丁峰这边聚集着20多个年轻力壮的男人，只要丁峰一声令下，就能闯进3号楼里，将董飞那群人干翻，将物资抢过来。这时只见我带着2个拥有精美面容的女人踩着高跟鞋缓缓走近，她们的漂亮的脸蛋没有半点虚弱的迹象，甚至白里透红，一看就是吃得好，甚至还用水洗了澡。
这不是那个女主播吗？居然跟这个送外卖的在一起，看来这个送外卖的家里肯定囤了很多东西，怎么没想到啊？你要是藏着不说，谁也不知道。这么带出来，想过后果吗？哦，后果？什么后果？你给我演示一下。看样子你家里应该囤了不少物资啊。确实囤了不少，不然怎么养活他们呢？小子，你应该有所不知，你身边的这位空姐，她的男朋友已经将她的所有权卖给我了，这是她男朋友写的出售书和手印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叫她男朋友出来。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，别逼我。都末世了，谁还在讲道理啊？来人，给我嘎了他！1箱矿泉水，不，2箱矿泉水，外加牛肉干10包，自嗨锅10个，方便面20包。老大眼红我的物资，居然重赏让人来围剿我，看着靠近的众人，我直接全部放倒，看着我出手果断，丁峰不得已改变策略，不能硬来，只能智取。此时董飞看着如魔鬼一般的我，双手颤抖。兄弟，求你放我一马，我把所有物资都给你。好吧，你走吧。谢谢。老大，怎么办？董飞那群人居然全部被干掉了。也好，人少也不用消耗物资，也算变相帮了咱们。这边我让人清理完董飞的存的物资后，这些女人看到我的物资眼红了，便派出一个代表来找我。你就是送快递的那个铁柱吧？我是小区物业部的周敏。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是女人，刚刚的清理消耗太多体力，之前董飞一直压榨我们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吃的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？我随即给他们1人1箱面包和水，看着我也没什么架子，他的胆子也大了几分。小铁啊，是这样的，这里物资那么多，能不能多给2箱？我看你们也吃不完这么多嘛，我们就拿一点，不会太多的。看着我没有吭声，周明以为我默认了，直接将孙婷推开。派来，把这些鲍鱼搬走，还有这些鱼翅燕窝都拿走，他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，还有这些内蒙的牛肉干也通通搬走。还不够，还搬呢？哎呀，反正你们也吃不完这么多，这里还有1箱，快点，你放心好了，这份心我们都记在心里，到时候安全了，肯定会帮你隐瞒嘎人的事情。那我应该谢谢你们啊。不用谢，都住在一个小区就是缘分嘛，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。抢了我这么多东西，也该换我抢你们了吧？砰砰几声，几人全都没了动静。此时几声枪响，也让对面1号楼的叶玉玲和叶青衣姐妹俩听到。舅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咱们1号楼还算安稳，有你姐夫把控着不会乱，看看其他几栋早就乱套了。老公，会开的怎么样？3号楼怎么又有枪声？3号楼的男人应该全嘎光了。那怎么办？老公，你一定想办法。咱们这1号楼虽然暂时安全，但迟早会乱。我发现有几个开始用食物和女人交换，他们估计看其他楼都这样，也开始瞒着我做了。那你一定要制止啊！怎么制止？都有好几个向我施压，还好刚子一直挺我。如果不是我带着他们出去找食物，早就不把我放在眼里。青衣啊，你也要有点心理准备，毕竟你的相貌出众，万一被发现……好，我会小心的。也不知道这几声枪响是不是送外卖的挂了，但他子弹绝对没有多少了。老大他们不是在找美女吗？你找一个去试试看。我已经让那些女人去加微信了，但都被回绝，看来还是得夜袭才最奏效。一眨眼7天时间过去，丁峰看着日渐减少的物资，还有外面大雨加大风，决定今天晚上进攻3号楼。这时丁峰却收到信息说今晚要进攻1号楼，丁峰怕其他2人联合围攻自己，就同意了先去围剿1号楼。而此时的谢玉红和刚子因为物资和老人的问题产生了争执。那些七老八十的有什么用？你还送给他们物资，完全就是在浪费我们的资源。我们分少了，还要对我们说教，这些人留着有什么用？看看2号楼，老的全部嘎掉了，我家的老头子也坚持不住了，让我嘎了他，就是为了不给我们添累赘。刚子，你还是人吗？那可是你爸。玉哥，我连我爸都能嘎，没人能挡住我的路，你也不行。不欢而散的谢玉红刚刚开门走出，对面的60岁大妈看到他手里的水一愣。谢总，你可真是太好了，又来送水了。不是给你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物资共享吗？那这瓶水就有我的份啊。没有。行吧，反正我还有几瓶。你居然还有几瓶？哎呀，什么几瓶？哪有几瓶？倒是你们啊，赶紧出去找吃的，别老找些零食，找点蔬菜什么的，营养才能平衡。最近都上火了，牙都开始疼起来。哎呦，
又来了，我先回了啊，你赶紧召集人出去给我们找吃的。此时的谢玉红更是被气得双眼通红。回到家后，门铃就突然响起，为了防止意外，便让他姐俩去了卧室。玉哥，是我刚子，刚刚英子把我训了一顿，觉得你说的也没错，我还是支持你，刚刚对不起啊。谢玉红舒了口气，放松了警惕，便将门打开，却不料突然感觉手臂一凉，只见自己的右手掉在地上。刚子，不要再执迷不悟，执迷不悟的不是我，是你啊。那些人今天晚上就攻楼，我们没有选择了。选闸门的钥匙在哪里？给我！你背叛我，当了他们的内奸。谁让你把食物都分给那些没用的人？那些老不嘎的家里藏了多少，你知道吗？钥匙给我，我死也不会给你。那你就下地狱去吧。这时候卧室被打开。嫂子，刚刚玉哥说你知道卷闸门的钥匙在哪里。英子生孩子，你玉哥帮你联系医院，你没工作，玉哥帮你找，孩子没空带，嫂子帮你带的，你怎么能下得去手啊？你是个畜生！嫂子，我知道你跟玉哥很恩爱，玉哥现在下去了，肯定会很孤单，要不你下去陪他吧，反正马上都要乱了，免得被那些男人看见。嫂子，我给你痛快，玉哥会谢谢我的，一定会的。喃喃说完，精神恍惚的毛刚一下就结果了叶玉玲。此时躲在柜子里的叶青衣强忍着不敢发出声音，听着关门的声音，叶青衣终于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和惊慌，但也只敢小声哭泣。这一刻，天塌了。此时，地下车库2号楼、4号楼、5号楼的男人们汇聚了50多人。丁老大、孙老大，搞完这1号楼，咱们商量个时间，把3号楼董飞的物资拿了。至于那个枪手，子弹能有我们人多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今天晚上抢这边，明天晚上抢那边，干不干？我同意。那2个女的我要了。每人谁不想要？听我的，那就女人抢到手，用物资拍卖。这时候，敖刚、一群人冲了进去。3位大哥，说好了不动我家人。放心，出来混的，讲的就是诚信。兄弟们，给我冲！老的统统嘎掉，年轻的都抓起来，反抗的直接嘎了。毛刚的叛变打开了1号楼的闸门，所有人全部冲了进去。1分钟不到，哭喊嚎叫、求饶的声音响彻小区。大晚上的，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整天不想搞物资，就整这些没用的，干什么呢？有空吓唬我这个老太婆，有本事去外卖找物资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不尊老爱幼了。我靠，这1号楼住的是什么奇葩，居然还能活到现在？老家伙，老子忍你们很久了，让你天天放大喇叭，吵得我都没办法打游戏。1个小时后，1号楼的大清剿到了尾声，一箱一箱的物资陆陆续续被搬到了地下停车场里。看着如小山一般的物资，3个老大都有点懵。那个谢玉红可以啊，搞了这么多物资。老大，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是从那些老太婆老头子家里搜刮出来了。这些红玉可真是大好人啊，好东西都留给那老家伙，让你们年轻人挨饿。开卡！刚要逃跑的叶青衣却被抓住。放开我！你们这些坏人！老大，听说这个是谢玉红的小姨子，附中毕业985，还是一个500强老板儿子的对象。吆喝，还是一匹有文化小烈马，肉夹馍肯定好吃。这种货色只有一个，咱们3人着来。这样极品，谁都想据为己有，谁会想共享？坐在地上的叶青衣听着3人的对话，脸色惨白，自己就像一个商品要被他们平分。几人商议以拍卖进行，最后以11箱的物资拍给了孙有情。就在叶青衣要被带走时，他却看到铁柱出现了。哎，这不是3号楼的老大吗？怎么有空下楼走了？放下那个女人，可活！你一来就想分享我们打下的战利品，不合适吧？砰的一声，孙有情直接倒地不起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砰的一声，冯静也直接倒地不起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他嘎了你们的老大，还不嘎了他？砰的一声，冯静的女人也直接倒地不起。你们还有什么意见？没意见，当然没意见。大佬您慢走，这个该嘎的外卖小哥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带回了叶青衣，我看着自己的进度条已经到了16%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一天3%，差不多1个月就能解锁末世大礼包 2.0 了。拿下叶青衣还能涨一些，如果再能找到3个美女，时间还能缩减1倍。我找到了毛刚，解决了他，带给了叶青衣，帮他完成了心愿。叶青衣原来还有些叛逆，但是看到这里有用不完的物资，能吃饱穿暖，自己也不用被别人抓走，
也接受了叫我主人。主人，我只想给你带来永无止境的快乐。就在这时，叶青衣的男友给她发了信息：依依，我爸的朋友说过些天有大降温和大风雪，南方地区白天零下20度左右，晚上零下40度，北方地区更冷，大雪千万别去碰，跟这一场雨一样，一碰就嘎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依依，你怎么脸通红，说话还大喘气？我在屋里锻炼跑步呢，所以有点喘和出汗。好的，那你好好锻炼，加油。好，再见。老大，今天晚上就把3号楼冲了。就是2号楼和5号楼咱们都收拾了，根本不用担心人数问题。他那破枪没多少子弹。老大，你想想，那可是义乌的物资，还有3个美人啊！听到小弟的话，丁峰觉得物资没那么香，但一想到那3个女人和自己家的货色，根本不能比，这动力嗷的一下就来了。准备一下，今天晚上就去干掉那个送外卖的，抢美人，拿物资。夜晚就在众人商量如何进攻时，传来一阵敲门声。敲什么门？这些人真不识趣，还想进来吃东西。打开房门，小弟看着门口过道，原本应该守在门口的4个男人倒在地上，而那个送外卖的小哥笑眯眯站在门口。有好吃的也不叫兄弟过来拒绝。砰的一声，小弟倒地不起。作为老大的丁峰感觉到我的不善，但自己刚刚密谋，我就出现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。这队伍里肯定有叛徒。这时一个小弟立马跪在我面前：嘿哥，你答应不干哦，给我物资的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？小弟一脸懵时，就听见砰的一声，没了动静。今天能背叛你们，明天就会背叛我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当你要嘎人的时候，就要做好不反嘎的准备。我掏出加特林，一阵扫射，惊恐声和哀嚎声响遍整个小区。主人，怎么出去一夜呀？嘎了点人，以后你们也没必要一直待在屋里，能在小区里走走。我可不敢乱走，会被抓走的。没事，整个小区就只剩下我们4个了。第二天，窗外的雨突然停了，就看见小区门外出现零零散散的人群。这群人越聚越多，但如果没看错，应该是朝着自己小区内走来。这些人手里全部都拿着武器。兄弟们，今天的任务很简单，嘎男人，抢女人，抢物资。老大，听说这个小区还有美女，红姐来着，我上次看见过，老漂亮了。以后这个区的女人都是我莫汉的，老子要后宫佳丽3000，兄弟们给我冲！小区还真是乱，嘎了这么多人。可不是嘛，看看这些女人，这留给我耍耍不多好。一个小弟看着周围的楼层，本以为会有人看，至少会去偷偷报信，结果发现所有的窗户边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诡异的让人后背发凉。老大，有点安静，我感觉不对劲。就算埋伏又如何？今天不把他们抢了，咱们就要挨饿。按照之前分好的行动，速战速决。谁知道这鬼天气什么时候才下雨？而众人在看着堆成山嘎掉的人，更是被吓得胆战心惊。派出去找物资的小弟回来都说没有找到物资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出现了惨痛的嘶吼声。老大，3号楼有人，把咱们的人全部嘎了，正朝着2号楼去。几个？对方几个人？只看到了1个，但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兄弟们，才1个人就被吓破胆，所有人跟我去，嘎了他。就在到达2号楼门口时，只见菜鸡一边跑一边叫：都嘎了，全都嘎了！魔鬼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听着菜鸡的话，莫汉忍不住咽了一口干涩的口水。此时安全通道的门被打开，所有人朝着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个人出现，根本看不清楚长相，但却能看见他那微微上扬的嘴角。哟，还有这么多人啊！众人看到铁柱火，连忙向外面跑去。看着我没有追来，莫汉又嚣张地开始了嘲讽：你小子，给我等着，迟早我定要嘎了你！说完，只见我快速冲了过来，吓得众人疯狂狂命。人家刚刚都没追来，放什么狠话啊？现在好了，又追来了。很快他们跑到了隔壁小区，关上门还上了锁。看着我追来，莫汉癫狂嘲笑：小子，有种你翻进来啊！怎么样呢？我又跳出来了，站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打我啊，笨蛋！等他一翻，就直接带走他。好，哼，那就该我表演了。我看这力气还是个人吗？刚刚还有点底气的众人顿时大叫，朝着楼房里跑，而我却将大门又重新锁上。今天一个也别想跑了。此时的莫汉回到家里，惊魂未定，气喘吁吁。老公，你干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人呢？莫汉没说话，整个人都在颤抖，甚至裤子都湿了，浑然不知。走，
这里不能带了。恶魔、魔鬼，他嘎了所有人。老公，外面下雨了，怎么走？完了，这下谁都走不掉了。嗨，快去把门关了，把家具都顶住门。嗨啊！曾经堂堂小区霸主，居然被吓得如此地步，可见铁柱的手段已经将他胆都被吓跑。楼下，铁柱来到楼里，然后带着笑容敲了敲门。你好，业主，查水表。来敲我们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？我就说别让你们出去抢小区的，会被报复，你们就是不听。此时莫汉双目绝望，死死地盯着屋门。咚咚咚。你好，查水表。我会跟他同归于尽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莫汉缓缓将瓶盖打开，这就是他不要命接的雨水，但凡被溅到一点就会见阎王。就在此时，铁柱进门，莫汉将手中的水洒向了铁柱。你个送外卖的，老子终于弄嘎你了！你用水泼我，是不是有病？莫汉看我却迟迟一点反应，整个人呆愣在原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没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泼的是雨水，是自己大意了，没想到还有人借雨水嘎人，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一点。不对，他都毒发了，为什么自己还没毒发？难道还没到时间？等了1分钟，我却什么感觉没有。印象里，淋雨之人5秒内就会抽搐痛苦，10秒就嘎。难道是强化身体，连这种病毒也能抵抗？说着，铁柱就走到窗边，将窗户打开，缓缓地将手伸出，冰凉的雨水落在手心里，自己却一点事没有。看来自己的强化身体果然能抗住病毒入侵。一通过电话得知，在上大学的月月也被困在大学城，一些为了吃的女孩跑去了老师的房间，2分半后就拿着吃的出来了。看来你外甥女那边也快乱了，一切的开始就是从用食物交换，一旦有女人顺从，男人的贪婪会逐渐增长，当然也有好的存在，但这年头当好人真没什么好下场。那可是大学，最不缺的就是年轻漂亮的女孩，一旦乱了，也许比这里还夸张。主人不是说要带我们离开吗？他才不会为了你去救人。我外甥女很漂亮，你可真是个好小姨。一个总好过一群，跟着她至少能活着。你们俩以后不会尴尬吗？我倒是有点期待了。此时，我正在看着系统给的奖励。解锁莫斯大礼包 2.0， 物资 2.0 已接收，高级强化身体已接收，武器装备 2.0 版已接收，念力4已激活。物资 2.0 版本多了一些防护服、改装车辆，还有医疗器械用品。武器装备 2.0 版本，我终于是看见不少新增武器，手雷、RPG、反坦克地雷、标枪、毒刺等单兵作战装备。念力师的能力是能控制物品。只见我紧紧盯着墙上的一幅坤哥哥的画像，随着一响，坤顿时漂浮在空中，画像顿时碎裂，但并没有落下，残渣继续漂浮着。随着我意念一动，碎片宛如子弹一般飞射而出。有意思，我这能力让那些普通人该怎么活啊？回来后，我带着3女练习了枪法和生存技能，并给他们都配了武器。我们有武器了，是不是就可以？你傻吗？他能将武器给我们用，说明他已经不怕了。这时，几人听见我的喊话：晚上谁要是低于8环，那么恭喜，得陪我一个通宵。3个女人对视了一眼，立马开始练习，哪怕是害怕的安白也变得坚定起来。通宵啊，这谁顶得住？还是练这把枪好，自然不会嘎呀，但是他那把枪会嘎的。经过几天的练习，我觉得可以出门了。给每个人发了 2.0 系统里的衣服和物资，全都是保暖之外又能抵抗毒雨的衣物。我直接从系统里拿出一辆改装车，原本 2.0 换成了 4.0 发动机，加强的防撞梁，加厚车身，防弹玻璃，全车没有一点橡胶件。有了这家伙，我们能穿梭在任何一个地方。出发！主人，咱们去哪里？先去樱花路德海小区。到了小区内，我敲了敲门，就看见了一个嘴唇干裂、头发乱糟糟的瘦男人。这是火锅店的经理，以前是个胖子，在店里打工的时候就只会欺负自己，找各种理由扣工资，让自己加班还不给加班费。后来才知道是他把我加班费都扣下了。铁柱，你真的来啊？太好了，带吃的吗？看我两手空空，经理马上就生气。你怎么没带吃的？不是让你带吃的吗？我掏出，好，经理笔直倒地，我双手插兜离开。接下来我按照名单一个一个处决，直到下午4点便将名单上的人全部清理干净。这也算是跟以前的自己做个交代。不过现在还剩下一个，就是自己的前女友。为了钱和自己的好哥们跑了。而接到我要来的信息后，毕坚和朴不顺在商量怎么拿下我。等下他来了，我就在水里下药，到时候我们就有那些物资，起码能扛几个月，也许这场危机就过了。好，那就等他来。就在路过一处加油站时，我们却被几个混混拦了下来。我看疯子哥，咱们翻了啊！居然还是改装的坦克400带履带的。履带嘛，确实是一个好办法，聪明。疯子哥，全打了还是？既然有这本事，自然得留着，对霍总有帮助。看到我们在还敢来，也不是善茬，
都注意点，观察一下再下手，别把计划搞乱了。看到车里居然下来了3个极品美女和1个男的，众人都心里狂喜。疯子哥，怎么搞？先探探底，能有自信带着3个极品出来，想必有2把刷子。兄弟，这是准备去哪里？也没什么打算，到处瞎逛逛。你是哪里的？皇都会所听过吧？我们的老板霍总有大把物资，只要有本事的人，很乐意接收。我看兄弟这改装手段不错，要不要加入我们？这会有点忙，要不加个回？小子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只见叶青衣抬起手臂，就是一枪，来到那个叫于哥的身边，直接清空弹夹。我就说很忙嘛，你不信？现在好了，我家的猫猫们发飙了，我可管不了他们。听到我的话，3女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大哥，要不我给你个威？还没等这疯子哥说完话，就被打成了筛子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人家给我威而已，你就爆头了？对不起嘛。你跟我说对不起干嘛？跟人家说去。来到疯子哥面前，孙婷一本正经说道：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爆你的头。说完又朝着脑袋清空弹夹。周围的小弟从没见过这么狠的，谈笑之间就把疯子哥给嘎了。现在子弹这么不值钱吗？你把他脸都打烂了，等下怎么扫脸？打开手机。疯子哥手机是指纹解锁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又是砰的一声，小弟难以置信倒下，脑海里最后的画面是抬起武器的温柔女孩。为什么笑得那么柔和？剩下的小弟直接跪在地上求饶。说说吧，你们这是准备去哪里抢物资？大哥，我们是准备去珊瑚小区。原来目标一致啊！你们这些人去抢珊瑚小区？不是抢，是给教训，顺便探探虚实。你说话我有点听不懂。孙景抬手就是一枪。你来说，别紧张，别像他们俩就行了。我们霍总跟珊瑚小区的习总有交易，我们霍总提供水，习总用市场价的100倍购买，但这2天习总的不动产都抵押给霍总，霍总就让他出年轻男人和女人交换，习总不愿意，就派我们去闹事，打几个人。你说的习总是不是康威地产的习总？啊，对，就是他。你认识？在一次宴会上见过一面，而且这个珊瑚小区也是他的楼盘，还是个大慈善家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人。让你说话了吗？孙婷抬手就是一枪，最后一个小弟全身颤抖，突然全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双目圆睁，倒在地上抽搐了2下就没了。这难道是被吓死的吗？应该是吧，真的好吓人啊。对了，你们刚刚说的习总漂亮不？漂亮，跟你一样，差不多，车灯比我大。走，先出发，趁小区还没攻陷，应该有不少美女吧？末世第30天，我亲手解决了女友，我们一行人辗转来到了习总这里。没想到这位习总竟也是一位绝色佳人，被安排进了一处宽敞的大平层后，我敏锐地察觉到角落上的监控摄像头，我立即发动念力，监控室内的屏幕瞬间变成了无信号的雪花，而值班的保安仍在梦乡中浑然不觉。处理完监控，我决定去会一会那位所谓的前女友。踏入屋内，毕坚显然没料到我会直接亮出武器。铁柱，我错了，求你不要伤害我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哼，你为了钱和朴不起私奔的时候就已经晚了。这个女人居然敢嘎老子的人！习总，我只是派人跟你聊聊，你就把他们嘎了，不合适了。霍总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是很懂。他喵的，跟老子装什么装？这件事你不给我一个交代，你们就等嘎吧。霍万年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别以为我习梦会怕你。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你们小区等嘎吧。老婆，别生气，喝口热水。其实我觉得跟霍总合作并不是坏事。霍总有水，你有食品仓库，但水源各稀缺。哼，他的那些条件是人提出来的吗？定时给他们送女人，还要男人给他们当打手。我习梦什么时候跟这些人低过头？你今天给几个陌生人物资就已经有人有意见了。是水，他们敢有意见，我就把他们全部清理出去。钱总，我是打算把珊瑚小区给搞了，你只要给我喷子，我把席梦捆好了送到你的床上，如何？此话当真？我能骗钱总您吗？谅你也不敢。这样吧，我这有几把喷子，到时候给你一把，外加5颗子弹。钱总，5颗子弹是不是少了点？少什么少？现在的喷子就是震慑作用，谁还会去赌你枪里有没有子弹？开一枪就全部吓住。一把喷子加5颗子弹换西梦那样的美人，老子给你个屁吃！先把枪搞到手再说。那就多谢钱总，等下我派人去你那一趟，再带2个美女过来。好的，一定给钱总你选最好的。奶奶的，要不是这把武器没了子弹，我早就冲过去崩了你们了。
习总，监控室好像中毒了，都没画面了。大家稍安勿躁，今天是距离灾难开始整整1个月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这场灾难就会过去，回到原本的生活。习总，到底还有多久啊？各位，实不相瞒，今天我得到消息，最快下个月就有救援。警戒！警戒！有一辆渣土车朝着车库里冲来了！大家不要慌，都拿起武器反抗，不要跑。喜梦，霍总让我们给你问好，兄弟们，给我冲！习总，你快走，这里我顶着。有钱人的小区果然美女多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这么对待一个女士，有点不礼貌。发什么呆？还不走？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收费的啊。此时袭梦的人员不敌，几乎全部阵亡。看着一众人冲了过来，把对方全部放倒。看着我的手段和惨不忍睹的场面，袭梦和傅奇整个人吓得瑟瑟发抖。而袭梦也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：小兄弟，你这一手的本事在哪里学的？经常看2年半的唱跳和马大师的视频。果然外卖小哥没有一个是普通的。铁柱，你一会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我有话和你说。好的，习总。弟弟，我就直说了，你的身手好，如果你帮姐姐嘎了霍万年，姐姐就豁出去了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不过我先收点利息。夜晚，我潜入会所，发现有些人没食物，居然吃起了同类。看来这些人一个也留不得了。这次行动目的只有一把，挡了袭梦，那么我们将有更多的武器。拿下华安市只是时间问题。老大，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，袭梦这个女人身边出现了一个怪人，自称送外卖的，但却把咱们兄弟刀把他们都嘎了。哼，咱们混江湖的义字当头，不管他是送外卖的还是送昆头的，在喷子面前众生平等。兄弟们，明天除了袭梦，其他全部嘎掉。霍总，不好了，门口的兄弟被干掉了。这时几人只看见有一个男人肩膀上扛着一把斩马刀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硬要闯。兄弟们给我抽，嘎了他！看着几个小弟冲自己冲了。你就是袭梦身边那个送外卖的，正是在下。那你就去死吧！领域闪开！解决了霍万年，刚才一些叫嚣的小弟吓得藏了起来，我直接拿出来反克导弹，一发入魂。我在地下仓库找到了一个男人。大哥，别搞我，我叫蔡坤坤，在会所里唱跳、打篮球的，知道一些大哥想知道的事情。我知道有个女明星被困在华安市的双东区。你知道双东区多大吗？大哥，明星肯定不会住得太差，双东区也只有一个别墅区，肯定就在里面。说了和没说一样。回到基地，我拿着霍万年的随身物品和喷子出现，众人看到我拿着喷子，都是格外震惊。习总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。你答应我的该应验了。这2楼的办公室里，一个男人听着手下人的汇报。大，霍万年那边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咱们的小弟今天去取货，发现所有人都嘎了，地上全是喷子的弹壳，跟我们的型号一样。只可惜浪费我一把武器和子弹，连席梦一根头发都没看见。大，虽然霍万年嘎了，但会所里还是找到60多个女的，要不安排一个给你尝尝鲜？洗干净点，别让你妈知道了。老弟，爸还是主张稳，说再等几个月行动。我们有大把的人，有武器，就要先把地盘站好，先抢先得啊！爸不是喜欢席梦那个女人吗？我要是把席梦带来，能不能按照我的计划做？帮我问问。老爸说，你要是真能把席梦带来，就答应你。这不就对了吗？他霍万年不行的，我来。不过你还是要稳这些，霍万年那些人嘎得蹊跷。大哥你多虑了，咱们5把喷子，吓都吓死他们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？就在他们睡觉的时候。好主意。席梦这个人留不得，他绝对不是表面那么简单，他所展现出来的都是假的。傅奇说完就咳嗽了起来，感觉整个人都虚弱了很多。反观席梦，最近的气色红润有光泽，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魅力更加浓厚。傅奇发现头上的帽子更是一闪一闪的。他对我有用，现在不嘎了他，以后嘎的就是我们。他嘎了，我就没办法压住那些老板，尤其是霍万年还挂了，他们一个个都想着当老大，你是不是傻？那个铁柱挂了，喷子不就是我们的吗？还怕那些老板不老实？等下要是铁柱来了，给他倒杯水，放点安眠药就能把他搞定。这件事不能乱来，我要考虑一下。席梦，你是不是傻啊？你们这会天真到以为那个送外卖的会保你们命，那都是他骗人的。
你们都是一些傻帽。够了，有时间还是把你那2秒半的时间再往上加吧。而出去的傅气找到了我们车，带着她的小三冯萌萌和物资要跑。突然的车声让席梦一惊，出门后看到她老公就要跑。你给我过来啊！我那么做是为了谁？我牺牲了那么多，你就把我给撇下了，你就带着你那个小三走了？你好自为之吧。席姐姐，别哭了，我这有个按钮，能让车停。话没说完，席梦就一把抢了过去，直接一按，车里开车的傅奇突然听见哔哔哔的声音。你们听见什么声音没有？滴滴滴的声音越来越急促。冯萌萌和方薇对视了一眼，一股不好的预感从心底冒出，一股巨大的爆炸声传来，黑夜瞬间被火焰照亮，显得是那么的璀璨夺目。哎呀，你干嘛？话都没说完，席姐姐你就把姐夫给炸了，按一下是爆炸，按2下是停呀，那么着急干嘛？铁柱，你炸我老公，我绝不跟你走。是你老公偷了我车要走的，你也没有听我说完就按了按钮。兄弟们，咱们今天晚上去干票大的。珊瑚小区大家应该听说过，咱们华安是有钱人住的小区，听说美女超级多，说不定还有明星住在里面。有钱人肯定藏了很多吃喝，有物资还有美人，这票好啊。没错，这次的任务就是搜刮物资，男的抵抗嘎了，女的抓了，还有更重要的，抓住珊瑚小区的老大席梦，就是那个美若天仙的华安市的房产女王吗？没错，就是她。以后珊瑚小区你们想住哪一间就住哪一间，每个人分2个老婆，只要干得好老婆加倍。此时呐喊声不断，曾几何时，这些男人娶媳妇都是问题，不仅要38万8的彩礼，还要房子，而如今能直接分房子，还分配老婆，末世只要够狠，娶个17、8个都没问题。注意安全，也别太节省子弹，命更重要。就等着我好消息吧，毕竟越有钱的人越怕嘎，乌合之众罢了。等你凯旋，最漂亮的女人哥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出发，兄弟们给我直接冲进地下车库。车库里，值班的男人呼呼大睡，而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危险马上来临。随着车门被整开，带着狞笑的男人们纷纷冲了出去。知道席梦住哪里不？知道，我知道。那就赶快带路。钱普来到卧室后，却发现没有人。敢骗我？跟我躲猫猫！兄弟们，那就把小区整个翻一遍。这时声响把孙婷几人吵醒。快起来，有人来冲楼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席梦呆滞地看着眼前这3个女人，她们居然一点都不怕，隐隐约约还带着期待。突然，门锁发生细微的声音，有人在开锁。就在开门的一瞬间，3把消音一起开了。说，你们老大是谁？臭女人，休想从我嘴里问出什么。你说。我们是郊区普利仓库的员工，我们老大叫钱钟然，今天带我们来的是他老二钱普，任务是抢物资，还有找席梦。席梦娇躯一颤，没想到霍万年嘴里的钱总他们的目标居然是自己。你们找席梦干什么？就是我们老大看上了。哦，你们来了多少人？100左右，还有5把喷子。主人，有人冲楼，上百人呢，来找席梦的，他们的老大看中了。既然是来找席姐姐的，为了整栋楼的安危，席姐姐你得牺牲自己了，毕竟你可是老大，不能躲在这里。不，我不要。当老大的总要有牺牲，你之前不为了大家去跟霍万年会面吗？不，我是装的，我不会去的，求你了，不要把我交出去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谢谢主人。别这么快谢谢，我们打个赌吧，你赢了就留在我身边，你要是输了，你就要担负起小区老大的职责，拯救大家落一个好名声，这不就是你以前的拿手好戏吗？好，我跟你赌。那就赌简单一点，虽然你有私心，但对这小区的人还不错，激励他们好好活下去，还发物资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心存感激，勇于跟恶势力做斗争。所以赌约很简单，他们会帮你，还是将你推入火坑，女士优先。如果有人愿意，有人不愿意怎么算？那肯定看哪边的呼吁高，放心，我很公平的。他们会把我推入火坑，他们什么品性我比你清楚，虽然我有意避开，但始终还是要面对。其实我还是期待大家留你，毕竟我真想看看还有没有好人。走吧。老大，不愧是有钱人的小区，货色都高级不少。席梦还没找到吗？别找了，在这里。各位老大，其实我是将人带给你的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小兄弟，我很欣赏你。听他们说是你把霍万年给解决了。确实是的。小兄弟如此本事，不如跟我做事，一起打天下。那太好了。铁柱，席总对你不薄，如今你卖主求荣，我们都看不起你。喂，我们都看不起你。各位业主，不是我卖主求荣，而是情况不一样，你们都被抓了，就我一个有什么用？平日席梦对你们不错，末世里没让你们饿着，
如今有难，只要你们跟我一起反抗，我铁柱豁出去了。他们5把枪，顶了天也就20多发子弹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谁敢动？哪个活够了可以来。此时一旁观看的席梦更是心寒，还是存在一丝幻想，起码有一半人会为了自己站出来。毕竟平日里关系还不错，这一刻一个都没有人为他站出来，终究还是养了一群白眼狼。看看你们吃他的不少，现在都见死不救，那就别骂我卖主求荣。况且我还救你们几次，要不是我，你们早就被霍万年给解决了。小瘪三，我才是正主，闭嘴一边待着去。你这么说话真的不礼貌。嘎了！连续的5声枪响打破了平衡，除了钱普外，其他4个人直接挂。你居然有枪？这年头没把枪都不好意思在外面混，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这么老实呢？你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，只想送你一程而已。恭喜你，你有资格留在我身边。谢谢主人收留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响起：“把枪放下！”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居然有几个男人捡起了那几把喷子。各位，我刚刚救了你们啊，你们就这么报答我的吗？哈哈哈，铁老弟，不是我忘恩负义，主要就是你太强了，让我很没底啊。连席梦这样的女人都能收服，甚至让她跪下，我也想让她跪下啊。陈总，这样吧，我带他们走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老弟，就算我能答应你，各位业主也不会答应啊，他们也怕你来报复啊。不用你为难你嘎了，我们大家都好过，美女们就都留下给我们享受享受吧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一个不留吧。给我开枪，嘎了他！这时，只见5个拿着喷子的男人纷纷被爆头，而法官这边一点毛事都没有，仿佛打的是空炮弹似的。然而地上却掉落着钢珠，子弹根本就没近身，就全部被我给操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尤其是陈总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。不装了，你们统统都得嘎！这时，叶青衣、安白和孙婷一阵扫射。席梦，你来解决他。席总，是我啊，小陈，我跟傅大哥很要好，过年还给您送过腊肉和礼品，求你不要搞我啊！他刚刚也在人群里大喊要搞我们。只见席梦突然发出尖叫，不断的扣动扳机，直到将弹夹清空。主人刚才那是什么能力？主人是吸血鬼，有着隔空取物的本领，你能被看中，祖坟冒烟了。爸，不会出事了吧？5把喷子，20几发子弹，不可能攻不下一个小区。是啊，但现在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还有一种可能性，你弟弟想单飞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，钱普一直反对我的策略，这次让他拿走1半的喷子，他还不自立为王。我也是被女人冲昏的头脑，怎么给了1半出去？随着钱钟然这么一说，钱明觉得很有道理，想起昨天晚上弟弟那急迫的眼神，他的目的原来不是为了抓席梦，而是拿枪。你去让兄弟们提高警惕，这小子已经被权力给吞噬了，很有可能带人杀回来。再怎么说你也是他爸。我现在终于是明白了，古代那些造反的皇子连老子都敢嘎，也明白老子连儿子都能下得去手，这就是一场你死我活。这臭小子肯定在珊瑚小区搜刮了不少好处，想独吞了。让兄弟们提高警惕，别说老二叛变了，免得影响人心。剩下的5把喷子，你给我1把，你自己1把，再给3个信得过的兄弟。我知道了，来，给你们变个魔术。哇，主人开始撩妹了吗？来，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，给老子变！只见凭空一辆宾利出现在身边。主人去哪里？出发，古力仓库，去给姓钱的送外卖。饭后，我和席梦来到了钱钟然的仓库。席梦，我儿子呢？在你手上吧？被我嘎了。为你儿子报仇啊？还是说你舍不得嘎我？毕竟像我这样的女人，你可是很难遇见。这话还真说到了钱钟然的心坎里去了。儿子如果真嘎了，把他嘎了，自己岂不是更加亏？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来嘎你的。就凭你。所有男人谁嘎了他，我就是他的女人。顿时仓库里一片寂静，仿佛只能听见男人们咽口水的声音。看着席梦那绝美的容颜，如果能一亲芳泽，那也是人生的巅峰。此时的我都诧异了一下，毕竟按照计划不是这样的。小白他们在远处架局，而席梦居然想让他们内斗。朱海，你干什么？把枪放下！钱明，你指我干什么？你疯了啊！如此紧张的时刻，席梦又加了一把火。你们难道不想得到我吗？嘎了他们！钱明直接开了枪，打死了朱海，连着他2个小弟也受伤了。见状，另一个和朱海要好的枪手直接开枪，钱明倒地，众人一窝蜂地冲向了钱钟然。小李，你别乱来！老板，谢谢你这么多年栽培，你已经老了，机会留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好了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小李。老板，我输过，
你没子弹了！钱钟然顿时将枪砸出去，转身朝着办公室里跑去。只是转身开门的时候，后背传来刺痛。钱钟然已经被我嘎了，我就是老大，席梦也是我的。你有什么资格当老大？兄弟们，搞他！一番征战后，只剩了一个男人。我做到了，你以后就是我的。小兄弟，你妈妈没跟你说过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吗？男人一脸困惑，当看见席梦从衣服里拿出一把手枪，就像被定身了一样。我将仓库里的物资全部收了起来，决定去找坤坤说的那个明星。海岸花园，华安市最牛叉的别墅区域，全都是独栋的存在，而且环境非常的好，每一栋的售价都在2亿左右，不少的富商和明星都在这里。这里1星期前就已经停电，只能靠烧书来维持热量。此时的李灵儿的别墅已经没有多少食物。当我见到李灵儿时，直接愣在原地。作为一个热血男儿，怎么可能没在手机上看见过这张脸，甚至还看过 AI 版的？你怎么一个人住在这里？我来参加一个商演当嘉宾，被主办方安排在这里休息1夜，结果就被困住了。你们准备去哪里？我们准备去云海市。了解李灵儿没有物资后，我直接给了她一车的物资。酒足饭饱后，李灵儿突然对我说：我能跟着你们一起离开吗？这些物资足够你用上1年，到时候也许末世就过了，恢复到以前的秩序。我可以干点杂活，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。李灵儿，实话跟你说，我们嘎了不少坏人，跟着我们你不安全，知道吗？坏人本来就该嘎，我也想嘎坏人，给我爸妈报仇。铁大哥，带我走，我做你的女人。如果不能为父母报仇，我宁愿淋雨早点嘎了。那你为什么要等到现在？为什么不早点去嘎？因为你让我看到报仇有望，你能带着姐姐他们逃跑，肯定有自己的手段。还有那么多的物资，这辆车肯定是装不下，而且一般人是不可能有你们这样的防护服。我同意了李灵儿的加入，还进行了2个半小时的任务。此时系统的进度条达到了5倍速的增长了，现在已经来到了 74%。马上要解锁 3.0 礼包，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好东西。就在众人聊天之时，完全没有发现外面的雨停了，这也是末世之后第2次雨停，而雨停也意味着会有掠夺。这时门被敲响，看来有些人已经等不及了。这时候怎么会有人来？因为我们这是唯一亮灯的地方。你的第一课马上开始了。各位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好，我叫王有钱，住在对面那栋别墅，你应该在电视上看见过我。不认识，没见过。哥们，你面前的可是我们华安市首富，你居然不认识啊？没长眼啊！闭嘴，犬子不懂事，你别见怪。兄弟，我们太冷了，能进屋暖和一回吗？可以，进来吧。当众人进屋后，看见屋里堆满的物资，还有几个极品美女，都想占为己有。心生歹念的王有钱突然直接拿出枪指向我。兄弟，别怪我，把你的物资和女人交出来，我能放你一马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王总，不至于要嘎我吧？我还没嘎过人，你就让我体验一下，这些女人我会帮你好好照顾的。爸，我要这2个。王有钱直接扣动了扳机，砰！子弹缓缓地从枪口射出，没错，是缓缓的移动。你们真没意思。随着我的话，金色的弹头掉落在瓷砖上，清澈的声响仿佛掉落在众人的心田中。不只是这些男人傻了，就连女孩们也是目瞪口呆。难道这就是吸血鬼的实力吗？居然如此的夸张，射出的子弹都能控制住。你也是咱们华安市的首富，居然也做出如此卑劣之事，实在是让我略有失望。真心果然换不来真心。爸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开枪啊！王有钱想扣动扳机，但手指却无法，怎么压都压不下去。不愧是黄金沙鹰，确实有点重量。爸，你怎么？王总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不受控制了。我的物资你也敢抢？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听到我这话，王宗思心里涌出羞愤。当我转身的时候，他手里的尼泊尔直接2声枪响，王宗思倒地。我家主人好好招待你们，让你们吃上新鲜的水果，而你们却如此报答。李灵儿，你是新来的，现在就是第1课，嘎了他们，我不想重复第2遍。如果不是我们比他们强，现在会是一个什么结果？你自己想想，如果不是主人强，那么你现在已经被这些人给侮辱了，最后都不知道父母仇人是谁。想到这里，李灵儿闭眼直接清空了弹夹，一行人全部有来无回。而在整个华安市，人们已经从家里走出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超市、便利店、大型商场等，所以这些地方出现最激烈的抢夺战。小区外停了少说有30多辆车，而在所有车的最前面，为首的男人大概30多岁，他穿着黑色大衣，跟在他身后的很多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冷兵器。其他人都嘎了，物资一件不要留下。好的，王老师。对了，有几个女人
毕竟都是血气方刚的少年，但可不要过度，免得手脚没力。这群人是武术学校的，队伍里还有几个老师，其他都是年轻的学生。罗老师、于老师，咱们去有钱人的小区吧，听说那边的女人也好看呀。一听到这个，男生们跟打了鸡血似的。当初去学武术还真学对了，这时候就变成了生存之道。老罗，就让同学们放纵一晚上，别那么严格。去珊瑚小区嘛，那也是咱们华安市有钱人住的地方，把那些人嘎了，咱们也能住在那豪华小区。很快，车队就来到了珊瑚小区。看来有人比我们要快很多。老罗，你快来看。好快的刀，整个身体被横着斩成2截，这力量绝非常人。你要是跟这个人碰到，有把握吗？从现在看来，这人的力量在我之上，但似乎没什么技术，只是挥砍而已。还是那句话，5步之内我无敌。就在众人看见我时，一群年轻人向我冲来，我手持斩马刀，一下就斩中了去。小子，你空有一身的蛮力，却只会劈砍而已。你似乎有点实力，确实有一点，所以想来会会你。呵呵，你是第一个向我挑战的人，你可以先出手。罗成听后眉头一皱，毕竟这是自己的口头禅，居然被他给讲出来了。好，我赢了，你就给我当小弟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善意的提醒你一句，5步之内我无敌。那我很期待你的表现。一场单挑马上打响，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。罗成知道眼前的男人很厉害，所以打算全力以赴。他的力量很强，不过我相信，只要躲过他一刀，我就能刮掉他。看着罗成不动，我扬起刀就是斩下。罗成看到时机到，便拔刀砍来。突然，罗成感觉腰一凉，一声闷响，罗成倒地，目光却看向自己的下半身。如果你遇到的是别人，5步内确实无敌，可惜你遇到我了。后面的于童现在都没反应过来，罗成就被嘎了。于童怒喝一声，驱散自己的恐惧。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阁下的刀。连刀都不用，这么看不起我吗？还没反应过来，于童被我一脚踢飞，一声惨叫，于童引往西北。其他人见状，全部吓得屁滚尿流逃跑。现在外面多少度了？有零下20多度吧，估计今天晚上会降到零下40度。都准备一下，我们准备去云海市。就在众人以为末世要结束时，窗外却飘起了雪花。刚刚还生龙活虎的人被雪花沾着，没几下就抽搐而死。还有一些人为此欢呼，因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此时的温度已经来到了零下30度，而且到了深夜，温度恐怕直接来到零下40度。我把车装上了3角铲，一路横推，开启狂飙模式，哪怕再厚的积雪也无法阻挡末世房车的前进。我们一行人来到学校，找到了谢明月，正要走时，突然传来了2道声音：站住！不管你是小姨父还是大姨父，他是我的。你身后的女人也都是我的。之前留我的人基本上都不在了，你们也想吗？在我叶枫面前，没人能狂得起来。今日你必嘎无疑。我突然很好奇，你的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？我一拳直接轰飞了叶枫。叶枫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他重生后获得了系统，力量就比别人强了几10倍，没想到却栽到了我的手里。就在这时，叶枫的脑海里突然传来了系统的声音。系统检测宿主生命力急剧下降，请宿主立马逃离现场，请宿主立马逃离现场，否则必嘎无疑。大哥，别，我认输。我还是喜欢你之前嚣张的模样。自己要死了吗？自己可是获得系统的人，怎么会死了？这不可能！获得系统的人不应该妻妾成群吗？别人在求生，自己在旅游，为什么才刚刚开始就被人给打死了？你确实很厉害，不是普通人，你不会是有系统吧？你怎么？这可是自己最大的秘密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不要惊讶，因为我也有，而且比你厉害。要是重生了，多好！别再碰到我。等叶枫求饶，就直接解决了他。恭喜宿主达成条件，发放末世大礼包 3.0， 解锁大型武器库、战神系统、内置女神战斗系统。所谓的大型武器库，全部都是歼26、歼20、轰20、F16、F22、F35、B2这些战旗系列，还有坦克系列。我打开了女战神系统，发现只要被我攻略的女人，每提升1级抽取奖励1次。我每提升1级将抽取奖励3次。自己的特殊能力为初级念力师，品质按金，物品品质划分白、蓝、红、金，按金、远古等级划分，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特级、究极、巅峰。现在初级念力师就这么屌了，如果提升到中级，起码能将一栋楼给拆解。巅峰的话，真是不敢想象。解救下了谢明月3人后，我在系统商城里面拿出一瓶蓝色的针管，这是病毒抗体，打1针就不怕外面的雨雪和冰冷的天气。解救的陆雨蝶给他打了下去，随着车门打开，陆雨蝶走了出去。天哪，是个女孩，她不要命了吗？居然直接跳进雪里了。她好像这么没事，
闭着眼睛的陆雨蝶觉得自己马上要没了，但迟迟未到的痛让陆雨蝶睁开了眼睛。入眼就是美好的世界，除了有点冷，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。我随即拿出5个药剂分给了孙婷几人，启动车辆朝着云海市驶去。看着自己获得的抽奖转盘，直接开启了10连抽。随着转盘转动，我获得了雷霆之怒技能，雷霆之怒召唤千道雷霆进行目标打击，又抽到了灵魅玉体。提升女子修炼速度，与之双修效果更佳。迫不及待的我就抓着李灵儿就修炼了起来。2个半小时后，我发现李灵儿直接从3级跳到了6级，连自己都直接升了1级，达到了54级。同时触发了奖励，自己升1级能抽3次，直接抽起来。眼前出现了3个华丽的箱子，我选择了中间一个。只见一道金光出现，混元霸体，肉身拥有超强的防御能力，暗金之下技能免疫。暗金之下免疫，有多少人有暗金之上的技能？出个金都能笑一辈子，结果打自己身上就是无效，别人的心态会爆炸的。李灵儿连升3级，也有3个箱子可以抽取，直接3连开，获得了寒冰指红、疾风步蓝、百变剑白，直接将寒冰指和疾风步给李灵儿装在技能栏里。虽然是2个初级技能，但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，已经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云海市，江家，等下会有人来。大哥，是那些提供你消息的人吗？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了？他们怎么会知道发生这种事情？江童山没回答，记得那是1年前的早上，手机上突然出现了一条信息，让自己囤物资，1年后会有灾难。一开始就当成恶作剧没理会，但连续几个晚上做噩梦，觉得囤就囤点，反正没多少钱。结果到了灾难前几天，那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短信，让自己叫上家人不要外出，耐准备多少保镖就准备多少，再然后就提醒会有大降温，再然后就让自己等。对于这种恐怖的势力，江童山心里也担心，但如果不是这股势力，恐怕现在全家都完蛋了。老爸，你看过人类清除计划不？现在不就是了？我们是被选中重新支配秩序的。这话听起来有点滑稽，但好像也合情合理。叮咚一声，摆在江童山面前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短信来了，他们来了。道路上，一辆铲雪车开路，后面跟着3辆路虎揽胜，还有2辆挂车。那集装箱上印着奇怪的 logo， 然而这些车使用的依然是轮胎，似乎并没受到什么影响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保护伞公司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是这次灾难的发起者，重新制定世界的规矩？辉哥，这又有什么不可能呢？你应该庆幸选的是咱们家。众人没有说话，确实应该庆幸。从路虎车上下来全副武装的战士，全身穿着作战服，看起来很有科幻感，而臂章也是那奇怪的 logo。重点是他们居然不惧怕雪。江总，终于是见面了。抱歉，没办法来迎接您。可以理解。江总您好，我没有名字，但你可以叫我经理。你好，经理，里面请。看来江总确实囤了不少物资，我现在都没查呵。要不是经理提醒，我们恐怕早就饿死了。现在饿死的人可不少啊，你们作为大集团也该出力了。一旁的战士将手提箱放在桌子上，大家疑惑地看着手提箱。打开手提箱，只见里面装的是一瓶瓶蓝色液体。这是昨天研制出来的疫苗，时间还不稳定，但维持的效果大概在12个小时左右，看个人体质，最好10个小时给自己来一下。江家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居然有疫苗了，这才多久？1个多月的时间，除非是提前就研究出来的，不然不可能。经理，您是代表官方吗？不是，我代表的是公司，我负责云海市、华安市、中林市，做得好，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；做得不好，那我们的合作恐怕就不会那么愉快了。随着经理的话，周围的温度仿佛都低了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公司？居然如此的牛逼！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非常的愉快。江总做生意我们了解，不然也不会选你们。经理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你们接下来要做的是控制住整个云海市，让云海市恢复电力、通信、物资生产，然后再砌高墙，将整个云海市围住。为什么要将云海市给围住？经理笑了笑，拿出手机播放出一个视频，这是我们公司进行的人体实验。视频里，一个已经嘎掉的人躺在玻璃房内，而在左右上角显示着玻璃房内的人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可以清楚地看见昆体皮肤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。随着温度来到38度，原本昆体突然睁开了眼睛，随即疯狂敲打玻璃。经过我们公司研究人员发现，这些昆体里的病毒没有消失，而是因为温度低的原因处于休眠状态。一旦低温天气消失，升温会让昆体里的病毒活过来，也就是我们电影上看过的丧尸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这种天气已经很要命了。升温之后，你告诉我那些昆体还能站起来，活着太难了吧？这些丧尸的速度极快，100米只需要 6.9 秒，力量比成年人要强，可不像电影里那样动作迟钝，但有一点很像，到头就嘎。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昆体先爆头，这样就不会变成丧尸。我们实验过，昆体最后还是会变成丧尸，所以只有在丧尸的情况下爆头。当然了，现在的昆体可以直接火化解决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自己想办法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能保多少人是多少。没有用的老人可以全部嘎了，浪费物资。如今公司已经在研制最新疫苗，但以现在的量来说，只能维持少部分人，所以你们在人选方面要慎重，执行任务的时候才使用疫苗。经理，这样的低温状态还要维持多久？看天意，所以时间紧迫，你们要抓紧时间。经理，公司除了大城市之外，其他的小城市和县城市不是也有安排的人？公司哪有那么大的精力？不然让你们砌墙干什么？到时候可是数以亿计的丧尸，所有的一切都难料。对了，有2个人需要你们去找一下，一个叫楚柳，一个叫陆雨蝶，他们应该在云大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我会立马就派人去找。集装箱里有装备武器，还有研制出来的防腐蚀剂，涂在橡胶上就行，但橡胶的磨损会快几倍。还有水盐过滤器，能帮你更容易的控制人。还有武器的遥控器，只要你按一下，所有武器无法射击。江童山暗喜，这些都是自保的前提，事主的事情又不是没发生过。我现在要去一趟华安市，期待你们这边的好消息。经理，您负责的3个城市，现在谁做的最好？经理回头看了一眼江庆光，江庆光顿时心里发怵。有竞争才是好事。现在的中林市比较好，华安市有点复杂，据说出现整片的小区死亡消息，那边的负责人也联系不上。公司对这件事很重视，担心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。在恢复通信之前，用卫星电话联系。集装箱里有这些人就留给你了。经理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说完后，经理就坐着一架飞机飞走。直升机上，经理的电话响起了。人找到了没有？总经理已经派人去找了，很快就会有消息。我现在正前往华安市调查潜在危险，最迟明天我就要他们消息。华安市那边我已经派人过去了，联络人钱钟然死在自己仓库里了，已经启动2号联络人。多谢总经理关照。公司高层对华安市的几处怪异现象很关注，所有的监控设备都被损坏。你去那边之后，一定要调查出到底怎么回事。一些博士提出，很有可能是出现了人体变异。人体变异吗？现在还不确定，尽快给出调查报告，不然你应该知道后果。挂了电话，经理擦了擦汗水，自己可不想被替代掉。这个经理岗位掌握了数千万人的生死，自己想要谁嘎，那这个人就不会看见第2天的太阳。江童山看着集装箱里面全是满满的枪支弹药，在末世里这就是神器。组织人去云大找人，云大的年轻人不少，都组织起来。刚刚听经理的意思，这次灾难只会越来越凶狠，以后要想恢复人口，只有依靠年轻女孩。还有，去电力局找员工住所，让没嘎的都去恢复电力，这是首要任务。大哥，我建议以救援队的名义出发，车上挂喇叭喊话，让大家知道有救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大伯，建高墙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，钢筋水泥不是小数目，尤其是将整个云海市给围住，没个几年根本完成不了。江源露出会心的笑容，儿子这方面的考虑还是很周到，不像老大的儿子，满脑子都是那个漂亮的未婚妻，没有一点当家的模样。高墙的事情以后再议，现阶段做好刚刚说的事情，恢复所有的日常用品，但这些东西都要我们掌控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以后我们家就是云海的老大。爸，依依的外甥女也在云大，可以去找找她。江家男人听到江子辉的话，2伯和3伯只是摇头笑了笑，就连堂弟都露出讥讽的笑意。江童山来到儿子面前，扬起手就是一巴掌。都什么时候了还想呢？以后整个云海的女人不随便你挑，叶青衣不可能活着，以后他家的事情跟你没关系，也跟我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最好给我清醒一点。如今是我们江家真正崛起的时候，你别给我掉链子。主任，我们刚刚发现了直升机。看见了，现在能开上直升机不简单。会不会是冲我们来的？不冲我们还能留条命，冲我们来全都得嘎。在这个世上，你们不用惧怕任何人，除了我。我们知道了。忘记跟你们说了，我传授了一些特殊本领给你们3个。叶青衣是大火球、魔法盾，席梦是烈光拳、肉体强化，都是蓝色技能。特殊本领什么时候传的啊？都是小本领，是用我的亿万子孙给你们传授的。3个女人便欢快地跑去外面实验自己的技能。只见李灵儿指着对面远处，心里默念寒冰指，那纤细的食指瞬间凝聚一团白光，随即猛烈射出，白芒射向对方的大楼，直接将大楼给贯穿，没入天空之中。而大楼表面渐渐出现一层寒霜，几秒钟的时间将大楼给冻住。如果大楼里面有人，此时已经变成冰棍。这哪里是传授的小本领，这都要毁天灭地了。李灵儿立马又尝试了一下疾风步，简直就像开了挂似的，一下跑到这边，一下跑到那边，欢乐的像个小朋友。叶青衣也迫不及待实战了一下大火球，随着心中默念，眼前出现了一个直径
去。顿时，大火球朝着另外一栋建筑物飞过去，就看见一个火球狠狠撞击在那栋400米的高楼上，整个大楼开始倾斜，随即轰然倒塌。此刻的叶青衣呆呆地看着只剩下一半的大楼，这哪是大火球，这明明是个导弹。席梦见他们的本领那么强，赶紧也试试自己的，应该也不会太弱吧。深吸一口气，心里默念烈光拳，随着席梦一记狠拳击出，恐怖的拳风笔直朝着前方袭去，桥梁直接被轰塌。有了实力的三女显得格外有自信，我随即派出他们3人秘密潜伏，观察江家动向，发现他们正在召集懂得水电维修人员、医生、护士、工程师等等的相关人员，甚至还挑选了不少年轻女人，还带回了他们3人。叶青衣通过了解得知，江家人根本就没有想去解救自己。当看到江子辉正在跟几个女人在卧室里做运动，叶青衣突然都释怀了，这世上已经没有事情能让自己牵挂，除了主人，直接抬手指责了正在努力运动的江雨蝶。这边李灵儿抓到了江宇，从他口里得知有个叫总经理的人要找楚柳和陆雨蝶，并且还给了很多物资，包括嘎掉的人会变丧坤的事。得知这一切的我直接从窗户跳了下去，这一幕把3个女人吓了一跳，但是当看见我缓缓漂浮起来，更加吓一跳，她居然会飞。我朝着庄园方向快速飞去，就看见我直接贯穿楼房落在了众人中间。江洪山兄弟3人看着我，如此的年轻，居然能从天而降，难道他是变异人吗？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江童山如坐过山车似的，之前还畅想着当云海的皇，半天不到的时间却被人按在地上摩擦，引以为傲的枪对他们根本就不起作用。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才能满意？你们已经嘎了我们的儿子，还想如何？你儿子都死了，估计你也不想活了。我想。不，你不想，我说的。江庆光压制不住内心的委屈，突然大喊，朝着地上的步枪扑去，捡起枪就朝着我扣动扳机，却发现子弹全被一个扣动挡住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老天不公，这样对江家不公平。的一声，江庆光也倒下睡着了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答应了子辉娶你这么一个女人，把我江家所有人给害死。听到没有？他说你是扫把星，要不是他，也不会招惹到你。好像还挺有道理的。但你想想，他们难道不是你派人给抓过来的吗？你知道什么？只要温度上来，那些中了病毒的昆体全部被称为丧尸，到时候还能剩下多少人口？而恢复人口需要女人，这就是如今女人的命数。有道理，但关我屁事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你就是自私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自私自利，任何事情都无法撼动我的利益。至于什么能力越大呀，巴拉巴拉的，美剧看多了吧？狂人必有狂人收，你杀了我，那个神秘的公司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们就等着死吧，我会在下面等着你。神秘的公司也许会成为我无聊时候消遣的工具，但从现在来说不堪一击。说完，我将手枪丢给了叶青衣。叶青衣感谢我给他机会，直接清空弹夹。这时电话响起，我接起电话。你好，我是练习2年半的外卖生，请问你有什么事？你是谁？让江童山来接电话。他现在睡着了，不能接你电话了。你应该庆幸，我现在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。对了，告诉你楚柳和陆雨蝶在我手里。神呢？在你手里？呵呵，你让我如何相信你？信不信随你，想清楚了再打这个电话吧。解决了所有人后，走之前，叶青衣朝着庄园来了几发大火球，还没当上老大的江家彻底覆灭。随着整个庄园顿时被大火吞噬，也烧掉了他的过往。远在华安市的经理此时站在珊瑚小区里。经理，从这些人的伤口看来，应该都是同一个人做的。同一个？这么多人被一个人干掉的吗？头上是同一个人，从弹道推算，还有3个人都穿着高跟鞋，应该是女性。这几个人很专业，还破坏了所有监控，没留任何的痕迹。经理现在能断定结果了，所有小区都有共同点，那就是凶狠的刀伤，而那些女人却有枪。还有，这里突然就出现了一辆很大的履带式车子，从路面被碾压的情况看来，起码在100吨以上。你的意思是，突然出现了一辆100吨的车子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难道他是第一个被病毒变异的人？不然哪有这样的力气？公司那边还在研究如何将丧尸的基因融合在人类 DNA 里，从而强大人类自身。如果将这个男人抓住，那将是很大的功劳。过一会，经理得到了消息，江家庄园被夷为平地，仿佛就像被一个导弹轰了似的。这可把经理给震惊了，甚至看到了传来的画面，哪里还有豪华的庄园，全是一片焦土。这种事情肯定是瞒不住，经理立马上报了总经理。现场没有导弹碎片，我已经派人去调查。你负责的这些城市真是怪事连连。总经理，有个男人给我打了电话，说江家的事是他做的，还说那2个女孩在他手里，问我要找他们干什么。总经理交代要见到人才可以。随后经理打来电话约我晚上8点见面。挂了电话，我看向2人，楚柳、陆雨蝶，有一个神秘公司在找你们俩，所以你们想要去吗？通过了解得知，陆雨蝶的父亲是巨鼎集团的董事长，楚柳的爸妈是基因遗传教授。随后我找到了席梦询问，得知巨鼎集团是个大企业，而陆雨蝶可能就是千金大小姐，而楚柳的父母可能在帮着公司做研究。晚上8点，经理如约而至。你就是经理？
而我的模样也被仪器拍到了，直接就传输到了公司总部，立马就开始进行身份查询。楚柳和陆雨蝶的身份立马就被确定，正是目标人物。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开？那你得问他们想不想被你们救，想不想回家。说完，我松开楚柳，甚至后退了几步，让两人站在中间。看到这一幕，总经理都诧异了，这个年轻的男人到底什么意思？完全把握不到他的目的。快过来，陆总让我们来接你的。楚柳和陆雨蝶站在原地，半晌后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，转身朝着我走来，站在了我身后。你看，是他们选择了我刚刚可没说什么。顿时，10多把枪同时指了过来。然后，幕后的总经理却命令手下要嘎掉我。我从兜里摸出一个干扰器，丢在了地上。总经理的画面顿时变成雪花，众人的耳麦也发出滋滋滋声。我召唤雷电之力，轻松的解决了这些可人。我的出手更是让楚柳和陆雨蝶再次见识到我的强悍。竟然派个假扮的经理，真当我看不出来吗？此时假经理已经被吓得连逃跑都不会了，呆在了原地丢了神。我取下他们的连接器。你知道耍我的后果会是怎样吗？另一边的总经理没说话，我一把掐住假经理的脖子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随着手指用力，假经理当场饮恨西北。听好了，别让我抓到你，不然你那什么公司全部都得死。说完，我将眼镜丢在地上，一脚踩碎。画面再次变成了雪花，而总经理脸色沉重。虽然不知道他刚刚怎么嘎了那些人，但肯定是那种常人办不到的。这时，电脑上的搜索结果出来了。总经理立马翻阅华安市景园小区的死亡报告，看见死亡名单上面确实少了，而我却现身在云海市。难道他融合了病毒？如果是真的话，那他就是首例成功的，这也能解释得通他的力量会强那么多。看来要尽快研制出来，这种增强实在太恐怖了。但如果将他带回来进行研究的话，肯定事半功倍。但刚刚一支小队全部被灭，看来不能硬来，只能智取。看着视频中的回放，总经理看到我搂着楚柳，仿佛已经发现了我的弱点。现在只需要派一个长相极佳的潜伏过去，找到机会将他迷晕，不只能将他带回来，楚柳和陆雨蝶都能带回来。对付这样凶残的人，自然要排出王牌。不单单是外貌，身材也要火辣，不然怎么能入他的眼？很快就有了人选，也是公司培养多年的女人，名字叫倩儿。她最擅长的就是潜伏作战。有一项绝密的任务需要你去执行。总经理，请说。这个男人叫铁柱，很有可能他融合了病毒变得很强，你需要潜伏到他的身边带活的回来。除了他之外，还有这2个女孩楚柳和陆雨蝶。地址是在云海市坤坤酒店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希望这次倩能把人给带回来，毕竟倩拥有如此美貌，那个铁柱自然会放松警惕，到时倩只需要给他来上一针就行。然而让总经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举动让他鸡飞蛋打。铁柱压根就不是正常人。这边我和楚老师研究了一晚上的英语发音后，楚老师直接从3级升到5级，可见楚老师受到多么惨烈的撞击，自己都升了1级，如今75级了，自己的卡先攒一些一起开，先开这几个女人攒下的积分吧。我直接轮盘30连抽，居然出了4个红色技能。孙婷传授了克星体质，给安白传授了基因改造之祖国人，给新收的女人江娜娜安装了赤红 S 战甲。现在的孙婷几人强的可怕。夜晚，一架直升机悄悄降落在酒店不远处，伸手解决了几个卡勒迷惑。倩儿就拿出望远镜观察着对面的动静，发现我居然在做热身运动。看来目标人物确实贪图美色，对自己还是很有利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倒是很想试试他的身手。对面的阳台上，我目光看向黑夜里，你猜会不会有人在偷看我们呢？陆雨蝶嗯了一声，心里莫名涌出一股兴奋。总经理办公室内，一个电话打断了总经理的心绪。总经理，我是负责华安、中林、云海的经理。听出来了，什么事？总经理，好消息，昨天在华安市，一支小队例行任务，队长让一个独臂男人去自杀，结果那个男人被血沾上，并没有死，现在已经被控制，明天早上就送去公司。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千真万确，这个独臂男人现在力量很强，能将一辆小车给掀翻，奔跑速度比世界冠军还快，反应能力也很突出，而且他也很配合，希望能得到重用。不管他是真配合还是假配合，现在就送过来，立刻！现在就需要这样的融合病毒的人，到时候就能大批量的生产这强大的基因。还有，将这个小队长升为大队长以后，没用的人全部拉出去感染病毒，没死的带回来研究，死了的就地火化。好的，总经理，我马上去办。这次你做得很不错，我会向高层说的。谢谢总经理栽培。人堪比撩爱，一次就要找3个小姐姐为爱鼓掌，只因她出现了变种体质，不再惧怕夹杂着丧尸病毒的雨雪。这种身体素质我都羡慕，等实验稳定，自己也要注射一下。经理，这么晚干什么？接到紧急通知，要现在就出发。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吗？这些女人玩腻了，给我换一批。
经理呵呵一笑，直接拿出一把注射气枪，直接给他来了一下，蓝色的液体直接打入思聪的体内，后者顿时想发火，却感受到一股晕眩袭来，双眼一翻就倒了。这公司研发的麻醉剂真是太厉害了，连思聪这种人也能瞬间麻醉，将他送到直升机上，每1个小时注射1次麻醉剂。看来这次我不只是戴罪立功，而且是大功一件，到时候公司应该会给我更多的权限。很快，3个城市的代理人就收到了经理的命令：无用之人不用射杀，让他们感染病毒。这无疑是残忍。一枪没有痛苦，但感染丧尸病毒会有长达2分半的折磨。这种折磨对于当事人来说，每1秒都是煎熬。第2天，城市之中时不时响起惨痛的喊叫声，甚至在一些和平小区里，老人们齐刷刷被赶到了雪花之下，痛苦挣扎，死亡之后被火化，而子女们痛哭流涕，千辛万苦保护父母到现在，而这所谓的救援队却要了父母。各个地方都在上演悲痛的惨剧。突然，一辆救援车撞在了绿化带的大树上，冒出了白色的烟雾。我身边的孙婷双眼一聚，透视眼瞬间开启。开车的是一个女人，气囊没有弹出来，她晕过去了。我只是哦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没想到孙婷补充道：“长得还挺好看的。”哎呀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那种人，还不快去救他上来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开车的正是倩儿，她原本计划就是安排一场车祸现场，唯一的意外就是气囊没弹出来，她真的被撞晕过去了。孙婷的透视眼检查了一下，确认没有危险，而且发现她还是个处。进屋后的倩儿露出惊讶的眼神，这倒不是装的，毕竟一屋子的绝色美人，谁看了都是这个表情。看来那些失踪的女人全部在他的身边，真是好色的男人。不过作为以前的外卖员，现在恐怕是他的人生巅峰。你好，我叫铁柱。你好，我叫周倩。你是救援队的吗？怎么开的救援队的车？那些人根本就不是救援队，我们小区一直都很安稳，但他们一来，直接就把老人推出去送死。我爸带头反抗，还抢了一辆车让我跑，可是我爸妈全部都被他们杀了。现在的救援队跟以前不一样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谁知道倩儿又哭泣了起来，目的也是让我怜悯。可是她越哭声音越大，听到女孩子哭，心里就烦躁，甚至手已经要控制不住了。毕竟不同气氛之下的哭泣感受不同。能不能不要哭了？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如果能，漠视所有人都能把眼泪给哭干。然而倩儿却听成了我的安慰，哭声不但没小，甚至越来越大，这让众人目瞪口呆。没想到她还来劲了。啪的一声，这一巴掌顿时让哭声停了下来，众女感觉好爽啊！然而倩儿直接被打懵了，捂着脸颊看向我。不得不说，倩儿的思维还停留在末世之前。怎么突然打我了？不应该心疼我才对吗？如此美丽的女孩子，你怎么能下得去手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呀？不好意思，你哭得我有点心烦。倩儿无法理解，心想只要自己转身就走，以自己的美貌，她肯定会挽留自己的。不是，我救了你，你就这么走了呀？一句谢谢都没有。安白感觉这画面似曾相识，拍了拍身边的叶青衣。我记得你那天也是这样的。我随即用意念控制住了倩儿，她顿时感觉全身像压了一块千斤顶。这就是融合了病毒后的力量吗？果然好强，玛丽根本就不是对手。求你不要杀我，你要对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见强硬的不行，倩儿改变策略，开始卖可怜。她觉得只要给自己一次机会就能将我制服，这些女人自然不是自己的对手。你可真够贱的，刚刚还一身正气，现在就能让我随便玩弄。公司倒是很大方，知道我喜欢美人，直接送上门，这份大礼我领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不得不说，你居然把东西藏在了那么秘密的地方，佩服。倩儿的脸色顿时僵硬了，如此隐蔽的地方不应该有人知道。要知道孙婷可是有着人体透视能力，那双眼眸跟扫描机器似的。要不你告诉我公司总部在哪里，我放了你如何？倩儿不说话，心里知道自己凶多吉少，直接咬碎藏在牙齿里的剧本。要想自我了断了，那可不行啊！公司送来的礼物我都还没拆封呢。说完，一阵蓝光之后，伤势直接痊愈。婷婷，把他藏的东西拔出来，免得等下被推到肠子里去了。看着一小支带有味道的麻醉剂，这应该就是给我准备的。我喊来了几人，直接对倩儿进行了骨头重组按摩。凄凉的声音响彻整个房屋。看着四肢出现不同的歪曲，更让人毛骨悚然。我直接给总经理打去了视频，当看到倩儿此时的模样，更是震惊。总经理脸色恍惚，没想到从没失败过的倩儿，这次居然失败了。你就是他的上司，戴着面具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怂货！老板，我很满意，下次多送来几个。你有什么要求才能放了他？放了也行，要不你来换他。倩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。总经理的抛弃让倩儿没说话，只是流出了2行热泪。这有什么好哭的？这是末世常态，被抛弃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伸手将倩儿的伤给治疗好，这让倩儿感到意外。手脚好了，倩儿顿时感觉自己还能完成任务。然而这个想法才冒出来，顿时惨叫一声，自己的手又被掰断了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兴奋了，我给你治好。
绝望和恐惧充斥着他的内心。如果楚老师一晚上运动时出警，那姚倩儿已经达到了终极。看着拒不配合的倩儿，我用异能控制住她的身体，异能发动，直接被我压扁。倩儿当场暖分吸补，缓缓落在了倩儿身边，看着已经没了呼吸的倩儿，伸出手，直接一个治疗术，发现治疗术只能对活人有效。我打开战神系统，翻阅面板，果然有他的面板。右下角有一个复活按键，消耗一个技能，复活当前人物，冷却时间24小时。那就用一个垃圾技能复活他吧，复活吧，我的爱人。一个深呼吸，倩儿那涣散的双眸变得明亮起来。当看见我站在旁边，倩儿懵了。他也死了，不，自己怎么又活了？我露出一丝憨笑，我带着他朝着上方阳台飞去，又是同样的位置。让我们继续刚刚的聊天吧。恐惧，此时的倩儿感觉自己被无限的恐惧包裹着，像要窒息一样。从刚刚倩儿就明白一个道理，自己就算死了，也能被他给救活，连死的念头都给断了，还有什么好挣扎的？我愿意。我都还没说要你干什么，你就说愿意。不管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公司总部，总经理坐立不安，无法想象倩儿落到那种人手里会说出什么。边上站着一个魁梧的男人，神色严肃，双目散发着凶狠。这个男人就是他们以前的教官于红。倩被俘虏了，对方是和病毒融合的人，本想让倩将他带回来进行研究，但现在有了另外的实验体，有他无他已经无关紧要，我需要你派人去把它解决掉。普通人击杀融合病毒的人恐怕很难，之前的视频我也看了，他轻而易举就灭掉了一个小队，恐怕不是简单的融合病毒。你是没把握，还是说害怕了？这倒不是，只是想申请一下实战实验，那些书呆子需要数据。好，我会去申请的。那我就去做准备了。对了，不是还有2个重要的人吗？如果进行实战实验，我可管不了他们的生死。死活不重要，昆体带回来就行。注射基因之后，他们只会被撕碎。我的人可没工夫给你去拼凑昆体。你要确保所有实验体不能离开那家酒店。酒店里的我还不知道，总经理已经下达死亡命令，但我还要感谢一下公司，无条件送来这么一个美人，甚至都不需要培训就能直接上岗，简直就是样样精通。我还给起了外号绝活切。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发展史，他们怎么知道这次的灾难，提前做了准备？不只是我想知道，其他人也很想知道。对不起，我只是负责清除一些不听话的人，公司高层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虽然我不是很肯定，但公司所派遣的暗杀任务，我觉得是想对整个世界重新洗牌，但如今的发展却脱离了公司的掌控。在灾难之前的几天，我接到一个刺杀任务，是公司下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，其中一个教授似乎想揭发公司的事情，被我杀了。你不要告诉我，你杀的这个教授姓楚吧？楚柳娇躯一颤，缓缓看向倩儿，而倩儿没有说话，那就等于默认了。嚯，这下就有意思了，你杀了他爸，这是大了。楚柳双目通红看着倩儿，恨不得要将倩儿给吞了。倩儿能感受到楚柳带来的杀意，但走到这一步，自己也不会任人宰割。报仇先放，继续之前的话题，你的意思是，原本公司只想制造灾难，却没想到病毒变异会出现丧尸是吧？其实这种极寒的天气也不在预计之内。你那什么公司啊，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自己搞的东西，结果连自己都控制不住。但现在这种情况对于公司来说，并不是一件坏事。他们想控制全世界，而不是洗牌那么简单。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嘛。我只是推测，并没有证据。那你推测一下，公司抓他们俩干什么？应该关于疫苗。现在公司研制的疫苗只是半成品，如果不是楚教授，恐怕连这个半成品都没有。然而另外一半应该是在楚柳身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陆雨蝶呢？他爸是反抗公司的人，抓他主要目的是威胁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公司接下来会怎么对我？以他的性格，会派出公司最强的人来解决你。太好了，真想看看这人到底有多强。你难道不是最强的吗？我其实不算最强，在我之上还有一个教官，他比我厉害许多，在他手底下也有几个很能打的。我是因为颜值好，才会派来执行这次任务，结果跑来发现，原来是个隐藏终极，直接翻车，甚至还变成身边的小奴了。而且他身材好，身体的柔韧性高，我都能掰成300多，巨爽。我不信，除非让我掰一下。我将几人全部分成了2组，一组组长是孙婷，毕竟实力和辈分排在那里。这边我给倩儿配备了一个蓝色战甲，白隐形战甲，因为楚柳要报仇，和倩儿公平决斗，我给他们2人设置了呼唤语，2人前往废墟。没有寒暄，冲过来的楚柳发出嘶吼声，定要为父报仇。一番打斗，众人都看了出来，楚老师是凭借装备优势在无乱，没有一点招式。反观倩儿，哪一级战甲的潜能发挥的淋漓尽致。
两女最后都是两败俱伤，纷纷倒地不起。我一个治疗术先将楚柳救醒。当楚柳看见旁边躺着的切尔，询问得知是自己嘎了他，激动的他高声呐喊：“大仇得报！你大仇已报，这是就算翻篇了。”好的。紧接着我一个治疗术顿时在切尔身体上绽放，哭泣的楚柳人都傻了。切尔顿时一个深呼吸，坐起身来。我要杀了你！刚刚还说翻篇，也不能这么快变脸。楚柳，你能伤到他，不是因为他弱，而是因为你是 S 级战甲，他是 A 级的机甲。想要报仇，就好好跟他学习，到时候会给你们两个最公平的生死战，不偏袒任何一个。好了，你们二组的组长就是切尔了。完成任务后的奖励就是传授特殊本领。特殊本领大家现在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感觉不叫特殊本领，应该叫无敌的本领。陆雨蝶和谢明月两人显得沉默不语，毕竟他们还没有被传授特殊本领。我安排切尔对所有人进行严苛的培训训练。陆雨蝶和谢明月，你俩去好好训练，合格后传你俩特殊本领。谢主人。李总，肚好了。就不能让我安稳2分半吗？不好了，就没点好消息吗？比如电力马上恢复，通讯马上恢复，人呢？都安排去抢修了吗？李总，比起恢复这些，刚刚有一个小队被灭了。什么？又是哪个小区？一个小队执行任务中，按照惯例解决年纪大的，其中就发生了争执，一个男人被推到了雪里，但他没死，综合了病毒将小队的人击杀。你们不会打死他们，等着被杀吗？从现场队员传回的消息，那个男人很聪明，装死都是被偷袭的。让所有出任务的小队都回来，装备麻醉剂再出去。还有，不要再把人推到雪里去了，就地格杀。和总经理汇报完这边的情况，得知公司已经派了大人物来这边做实验。前几天刚来个你的，今天又要来，真特么烦。下午6点，2架涂装的运输直升机稳稳降落。你好，我是云海的负责人，我叫。你叫什么？我没兴趣知道。人已经准备好了没有？麻辣隔壁一个个狗眼看人低。按照吩咐，人已经准备好了，都是年轻壮实的男人。来到旁边的库房里，10个男人四肢被皮带绑在床上，嘴巴也被胶带封住。看见有人进来，大喊。没过多久，外面又响起了一阵螺旋桨的声音。随着直升机降落，总经理那道歉语出现。李正明双目一亮，以为这个公司是个娱乐公司，全是国色天香的女人。李正明一听于红说出总经理这3个字，差点没直接跪在地上。高层很看重这次实验，我得来现场监督。难道是不放心我吗？是不放心其他人。你有把握吗？解决掉酒店里的所有人吗？你应该对公司有信心。注射基因后，他们就像米国队长，那可要比融合病毒的人强。那个叫丁聪的各项数据我看了，实力差点意思，胜在能控制。如果我的基因战士能控制自己，那将是一个无敌的存在。另外，为了方便控制，我还给他们头部安装了炸弹。总经理舒了口气，这种安排很好，免得实验体跑了出去。1个小时后，只见于红拿出一个黑色箱子，箱子里是10支红色针剂整齐摆在里面，给人的感觉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于红拿出一支，目光盯着那红色液体。如果真能控制基因战士，那么我们将控制整个世界。夜晚，我接到了总经理的电话。怎么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自己打包送过来？给你送的包裹已经在路上了，希望你能喜欢，好好珍惜你接下来的每1分钟，多呼吸几下。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。这女人口气是真的不小，还先给我打了一通死亡电话。主人，有一辆车冲过来了，还有一架直升机朝着这边飞来，车里都是被绑着的男人。背后的基因公司放出基因怪物来袭击我，却没想到这是公司想在这里放基因实验体。哦，实验体很厉害吗？如果是以前的我，很厉害，但按照现在的我，不堪一击。你来杀我，我欢迎，但你搞得我住的地方臭气熏天，那我只能住在你公司去了。快拉升，拉升，拉升！但不管驾驶员怎么拉升，头顶就像压着一座山，看着越来越靠近地面。直升机里的人面如死灰。怎么会这样？无所谓，血已经洒进去了，这些基因怪物自然会朝着目标冲过去。别再让我失望了。随着于红按下按钮，10个男人整个面部因为膨胀4分5裂，相互融合，让人极度不适。基因怪物发出恐惧的嚎叫声，在这空荡荡的酒店里显得格外的可怖。公司各位高层，现在由我来为大家介绍1号试验品
屏幕里的1号实验体图形速度极快，但由于黑暗的环境，画面都是那种夜视仪的状态，加上又是卫星传输，所以偶尔会出现一顿一顿，画面也不是高清，但至少还是能稍微看清楚。唰！只见一道蛛网袭来，李灵儿直接消失在原地。这就是公司研究出来的怪物吗？太恶心了吧，就不能正常一点吗？刚刚怎么了？是不是错觉？你可真恶心！李灵儿一指冰冻技能发动，基因怪物瞬间瓦解。总经理没想到，他们现在送来的怪物已经变成了别人获得积分的工具。实在抱歉，实验体不稳定，自身出现了问题，请看2号实验体，这是比较成熟的蟑螂。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就能再生，其敏锐能力也是相当的强悍，加上极快的速度，在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能将其击杀。希望你别再出错了。楚老师慢慢走在漆黑的走廊上，胸口积攒着满腔的怒火。对于今天没把倩儿解决掉的愤怒，甚至还要向他学习。突然出现的危机让他顿时用出了刚学会的弧旋踢，又是一片安静。走廊里，蟑螂基因人被楚柳一脚踢爆了吗？根本就不需要召唤出神装，完全凭着肉体力量就能将这些基因怪物抹杀。这下压力给到了基因人这边，开局就损失2个实验体，总经理的脸色已经差到了极点，都不知道怎么交差，全都莫名其妙没了。酒店里不是只有铁柱融合了病毒吗？据情报显示，是的。刚刚明明出现了女人的声音，你别告诉我铁柱是个女的。我看你怎么跟董事会交代。各位领导，2号实验体的信号出现了一点情况，但没关系，3号实验体是成熟版本，狼人在之前的几次实验之中都很成功，不会出现突然死亡的情况。忽然，一道嘻嘻嘻的声音从麦克风里响起，顿时让人起了鸡皮疙瘩。随着3号实验体随着声音靠近，那恐怖的怪异笑声越来越大。西西，我们去杀人好不好？只见走廊上坐着一个人影，双手似乎摆弄着一个玩偶。于红仿佛已经看见狼人扑过去，将这个弱小的女人给撕成碎片，这样才能洗刷之前的耻辱。姐，我找到你了，嘿嘿嘿！画面中人影居然朝着狼人扑了过来，狼人那粗壮的手臂直接挥过去，但居然被这个人杀，直接摔到了地上，开始了八神庵式的开膛破肚之日。肉肉，我最喜欢吃肉肉了，嘿嘿，给你做的围巾一定要好好戴上哦，姐。跟这些怪物比起来，自己的基因人简直都是小可爱。堂堂基因狼人被娜娜直接折磨而亡，只要看到这个画面的人都会在心里大喊：这哪是人啊，比基因人还基因人！监控室里静悄悄的，总经理和于红瞪大着双目，充斥着惊骇之色，画面直击心灵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就只有铁柱融合了病毒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现在跟我说不知道，派出10个就是针对铁柱这个例外，但如果还有其他的，那肯定要在这个基础上翻10倍，这样才能保证击杀。总经理也很猛，按道理来说不可能的呀。难道跟着铁柱的那些女人也融合了病毒？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于红只能赶紧想借口。连续3个实验体阵亡，高层都会动怒。研究这么久，就研究了这些垃圾。就在此时，4到9号实验体在3秒之内全部没了信号，画面里面甚至都没看见人。不知道那个酒店里到底隐藏什么怪物。画面中只剩下10号实验体，也是唯一一个没加入动物基因的存在。公司各位高层，今天的实验恐怕出现了意外情况，之前的单独实验绝对不是这样，估计是药剂的问题。然而这种话高层怎么会相信？作为公司安保部的部长，居然出现这么大的失误，这个位子恐怕就坐不了了。于红面如死灰，明明是表演秀，却变成了谢幕秀。突然10号实验体画面再次出现了一个人，这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去，而10号实验体居然笔直朝着人影走去，这让大家一头雾水。不是说很残暴吗？攻击方式呢？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10号实验体居然站在人影身边就不动了，没有任何的动作。然而这些人看不到的是，此时的10号实验体面目狰狞，肌肉上的血管仿佛要爆炸，想挥手却没办法，而且他也不是走过来的，而是飘过来的。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，好好珍惜接下来的每一秒，给你们5分钟时间藏好，5分钟之后就该换我成进攻方，现在开始计时，藏好了，被我抓到就要死。瞬间画面消失，因为10号实验体化成了粉尘，连摄像头都成了齑粉。总经理瞳孔顿时缩小，大口喘息，浑然不知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，没有任何的迟疑，快速向外走去。明天我要看到你的辞职信。看着总经理的离去，看着一条条连线中断，忍不住低笑了起来。领导，我现在能做点什么吗？找个女人来让我玩玩。李正明目光一亮，自己养的那些小明星终于派上用场了，只要把这个领导服务好，以后加官进爵不在话下。于红看了看手表，还有4分钟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这时，只见一个穿着丝袜加小短裙的3线明星踩着高跟鞋小跑过来。李正明告诉他以后，
你自己能不能吃香喝辣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小明星何尝不知道，以前又不是没陪过老板，当时也是为了资源，而现在依然如此。对于自己来说，丝毫没有变化。还有2分半钟，赶紧吧。直升机上，总经理时不时看一下时间，虽然已经飞了很远，但是心里砰砰跳得厉害。快点，再快点，再快点！你听不懂吗？总经理，已经是最快的速度。总经理仿佛破防了似的，从来都是他主宰别人的生命，突然一下互换过来，那种恐惧仿佛就像第一次面对公司。随着最后1秒过了，总经理看向窗户外，除了漫天的雪花，就没有其他的东西。就算再强，也不可能飞过来吧？艾森廷去抓总经理，让你藏起来，你居然跑了，但你没想到吧，也会飞。只见孙婷拉着总经理飞了出去，回头双眼居然冒出红色的激光，直升机直接爆炸。放心，一会你会有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。美女，哪个小队的有空跟哥们喝杯茶，教你一下末世规矩。那就让我来教你们一个单词，蛋。分成了2队的女人们嘎嘎乱杀，顿时整个桂龙院里响起了警报声。很明显大门是有监控设备。李正明听到这密集的枪声也是吓了一跳，赶紧去提醒领导。当打开门，李正明都愣了，自己的小明星趴在那，双目圆睁嘎了，脖子上一圈通红。那个领导，我们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进攻，给老子滚！杀了我的人居然还让我滚，有本事你再说一句，看老子不抽你丫的！这时听到2声巨大的爆炸，2架正要起飞的直升机直接爆破。意识到大事不好的李正明出门刚要跑，也被娜娜来了一个黑虎掏心，门缓缓被推开，我双手插兜走来。你就是铁柱，你是如何从一个送外卖的演变成这样？送外卖怎么了？看不起我？哈哈哈，那倒不是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阻碍人类延续的障碍，必须清除。你们这些大人物就这么喜欢给人扣帽子，打着救援的旗号，将人推到大雪里，美其名曰节约物资，不过就是杀掉对你们无用的人罢了。难道不应该吗？如今天寒地冻，物资难寻，难道要将宝贵的物资分配给那些无用的人？想到你还有这种想法，天真可笑。每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群人站出来抵抗灾难，而你们却妄图控制所有人。我们是有思想的人，不是牛马，也不是你们公司随意摆布的工具。你真是对公司一无所知。其实你对我也一无所知。人类对力量的追求从来没停止过，也不会停止。你确实强，但对上我，你毫无胜算。说完，于红直接拿起10支药剂注射到身体里。好强的力量，这就是我毕生追求的力量。只见于红整个被炸开，森白的脊椎骨宛如尖刺一般生长，皮肤上渐渐浮现出鳞甲状物质，一双手更是延伸而出，更像是军马吕变身。你变身就变身，能不要变得如此的恶心？你们可真是个变态的公司。正要发动最猛烈进攻的于红，却被我打的一个响指暂停。飞跃起来的于红一下停顿了，身躯再次鼓胀，砰的一声碎裂一地。主人，人带来了。你真以为躲在屏幕后面我就拿你没办法吧？本公司不会放过你的。相比起逃跑的你，我更欣赏刚刚那个给自己来几针，为公司鞠躬尽瘁。什么？于红居然死了，甚至注射了那么多针，都没办法打败他，怎么可能？当总经理看到切尔后，疯狂给切尔暗示，见切尔没有说话，经理大喊：切，你还在干什么？杀了他！然而切尔只是站在原地没说话，仿佛根本就没听到。我把枪递给了切尔，示意让他解决了总经理。这一幕，孙婷、安白、叶青衣太了解了。这就是主人的一场测试，准确的来说，主人的测试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，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。这个女人还很有姿色，按照主人的性格，不应该拿着皮鞭进行一连串的教导吗？让她改邪归正，从此走上光明大道。一番痛苦挣扎的切尔说了句对不起后，就开了枪。看着切尔的身体缓缓倒下，这个举动更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。我将手枪丢给总经理，他为了你死了2次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下去陪他吧。接过枪的总经理怒目圆睁地看着我，直接对我清空了弹匣，但总经理却看见子弹全部悬浮在我的面前。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我朝着一颗弹头伸出食指一弹，总经理直接永睡。离开之前，叶青衣凝聚一个大火球，随着爆炸声响起，桂龙院化为一片火海。2个半小时后，一架直升机降落在桂龙院，随着舱门打开，一个披着貂皮大衣的男人跳下，长相英俊，身材挺拔，他叫问成，代号太子。报告，发现于部的胸牌。于洛尼老师就算今天晚上不死，公司也不会让他好过。搞了那么久的实验，结果全部记了，还说出那么可笑的借口。于洛握紧双拳，于红不只是老师，也是父亲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也是被于红从小带大。报告太子，这边发现了一具烧焦的人，通过 DNA 比对，正是总经理。
这时候又从远处飞来一架飞机，悬停在上空。只见一道人影直接从10米高。人头呢？人已经不在酒店，估计是害怕被报复跑掉了。太子，如今需要新的任命，云海也需要新的负责人，这些事情还需要你来定夺。只要这个凶手活着，那就逃不过公司的追踪。铁柱，你最好给我藏好了，别让我找到你，我必要报你赶我女人的仇。回去了亲子，让儿媳体验一下什么叫老当益壮。次日清晨，一道阳光破开乌云，照射在被大雪覆盖的城市上。雪停了，在人们的眼里，这就像一道希望的曙光。一辆辆救援车开始在城市街道上穿梭，这更加让人们相信这末世一般的灾难将变成过去式。我用女武神系统复活切尔后，决定要去平高市。李灵儿也想去报仇。在我离开后的第3天，云海市有一个区恢复了电力。云海新的负责人下达了新的命令，就以这个区为中心，修建高墙抵御丧尸来袭。此时的平高市里却是生活系统都是正常运作，一个女孩被带到了这里，坐在中间的就是龙哥，名叫龙毅，而旁边2个男人夏子云也知道是龙哥的左膀右臂，一个军师擅长计谋，一个跟龙哥一样拥有超强力量，与跟血都淋不死的存在。老二别流口水了，这个妞就让给你了。女子听后顿时被恐惧布满了全身，因为这老二有严重暴力倾向。这身材还不错，我喜欢。小浪蹄子嫌弃我，上一个已经做成包子被你们给吃了，而你就是下一个。说完，一把拽住女子，朝着房间走去。夏子允哀求地看着龙哥，而龙哥却是一脸微笑。龙哥，我认识李灵儿，大明星李灵儿，她是我发小。龙哥一愣，万全也愣了一下。她正在来的路上，很快就到了。龙哥，是大明星李灵儿啊，你难道不想要这样的女人吗？万全，等下，你要怎么证明你认识大明星李灵儿？我手机里有很多合照，还有视频。龙哥，你信我，是真的。行，看来是真的。如果我看不到李灵儿，你的下场要比现在惨100倍。龙哥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绝对不会骗你的。此时的万全虽想表达女人被夺的不满，但自己的力量没有龙哥强，也只能忍气吞声。这几天你就住我这里，想吃什么自己拿，也可以去洗澡。但如果你敢骗我，我会让你不想在这个世上活着。我们一行人到达后，李灵儿通过发小得知是一个叫龙哥的人替自己报了仇，应该去见一下。众人提醒李灵儿可能这个发小有问题，就叫了倩儿陪他一起去。这边龙哥得知李灵儿马上要来，大为高兴，在火锅店摆了一张桌子，一叠叠的肉食被端上桌子，也只能看见一盘青菜。众人看着那一盘盘的肉，分泌物在嘴里形成，不停的咽口水。随着李灵儿和倩儿下车，小弟们已经要绷不住了。明明这么冷的天，却感觉到热血沸腾。小弟们的表情就像被定格了一般，那双眼睛完全被吸引住，移都移不开了。因为末世从来没见过如此干净的角色尤物。这等绝色美女，腿都比我命长，要是能玩一下，让我死我也愿意。万万没想到啊，有如此的美人，居然还是买1送1，看来晚上能3人一起唱跳了。此时全场最清醒的恐怕就是军师了。这么漂亮的女人居然来到了平高市，甚至敢前来赴约。以前也许有这么傻的女人，但如今末世已经经过了快3个月，能活到现在都是聪明人。也许他们跟龙哥一样。龙哥，小心点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敞开天窗说亮话，病毒对我没用，反而增强了我的力量。居然能直接说出来，看来是对自己的力量很有自信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强呢。我都坦诚了，2位也没必要再装了吧？2位能穿过雪地来到这里，应该也不怕病毒，而且跟我一样获得了力量。龙哥，你很聪明，我们确实融合了病毒。融合病毒这个说法可以，我比较喜欢。想想那天晚上，我搬砖加班回家，刚好就碰到下雨，最终我还是被淋到了，那种烧心之痛现在都忘不了，全身仿佛都要爆炸。但好在这种情况只持续了30秒，我就恢复正常了。一开始没当回事，但很快就发现不对劲，就像神赐予了我的力量，让我干一番大事业。听到这里，李灵儿算是明白了，原来是想拉自己入伙。2位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阵营？这一个小城市都出了3个能和病毒融合的人，大城市起码也有30个吧，到时候有个照应。还是先解决一下我的好发小为什么出卖我吧。末世降临，一块面包就能让女神坦诚相见，一瓶水就能换10个笑话。毛绒鱼到我胯下来，否则死。不口水。
只见夏子允瞬间全身都被冰冻，只剩下一个头能活动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事情缘由说明白。都是龙姨，是他威胁我的，如果不把灵儿你带过来，他就要把我做成肉包子。放你妈狗屁！你个贱人，你是自作主张把他引过来，还让我演绎出帮他报仇的戏码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当时我去你那的时候，你可是跟着那个混混住在一起。你居然跟上我父母的人住在一起！灵儿，我没有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杀你父母，我就是告诉了你家的密码，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灵儿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不要杀我。面对真相，夏子允毫无悔意，只是不断求饶，但李灵儿没有给他任何机会。我知道我罪不可赦，但我真的不想死啊！我给你们做牛做马好不好？姑奶奶，求求你们了，我把所有物资都给你们，只要不杀我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下辈子再说吧。看着其他一行人2米一个也没有留，彻底清空了这个无恶不作的基地。此时的屋檐市里的病毒融合人并没有分成2派争斗，而是被一个80岁的老头召集在一起。最开始只有4个，而现在病毒融合人达到了8人。他就是这个团队的老大程大夫，自称爷爷。灾难开始，他一直跟着儿子儿媳住在一起，但随着食物的消耗，家庭已经负担不起他这个老人，亲手被儿子和儿媳推到了雨中，那是一种世上最痛的感觉。然而老天却让他没死，甚至拥有了恐怖的力量，所以老头就回去杀了儿子，让儿媳体验一下什么叫老当益壮。这8个人全部都是末世之中的弱势群体，边缘人。如果不是融合病毒，那么只有死。末世给了他们一个机会，他们直接化身成了地狱恶魔。老杨，还剩下几个小区？他叫杨福宗，独自居住。他被自己小区里的人排挤，被赶进雨里，而自己却得到重生，被程大福救了。爷爷，除了这个小区，还剩下一个小区。屋檐市基本上也没什么人了，希望这2个小区能产生出一个。是啊，这异能者产出概率实在太低了。无所谓，严从文跟那个小屁孩已经去高平了。如果他们不愿意进入我的团队，小屁孩会把他们都杀了，到时候再在高平市进行筛选。爷爷，那公司那边要如何回复？先吊着，我辛辛苦苦组建的团队可不能白白给他们服务。呀，人都聚集好了。他叫尤亮，因为是个侏儒人，灾难前就受到不少冷眼，灾难后更是如此，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，跳进了雨中。而他现在也给自己起了个外号，叫哥布林，还是那个玩游戏的阿瑞斯建议的。一开始尤亮还不懂什么意思，但之后明白了。尤亮突然有了一个梦想，让整个城市的女人都怀上他的种，打造出属于哥布林的世界。哟，这不是练习2年半的哥布林吗？他叫沈仙丽，身材也是很哇塞，每天在酒吧里陪富二代玩耍，这就是他的工作。只要给红包就行，只要够厚，过夜也行。末世后，他却最喜欢切男人的2弟，因为他在末世差点被嘎掉。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那肮脏的东西都要切掉。只见尤亮带着贪婪的目光看向沈仙丽，这女人够骚，但打不过他。公司的重心都在大城市，我们就能在小城市进行发展，找出更多融合病毒的人，或许可以在南方建立根据地。老杨，我们都想到一块去了，反正这些人最后都会死，还不如给我做出点贡献。末世就该强者生存，弱者不配存活，把他们所有人都推进血里。末日降临，男人不惜把几万人推入毒狱中，只为找到免疫丧尸病毒的异能者，微为己用。在得知我的异能后，男人派人前来抓捕我，却不料派来抓我的2人兴风整治，而我顺着杀手留下的线索一路追到了。此时只见2个人影快速跳舞，很快就抵达楼顶。应该就是他们了。真是一群蠢货，这些死掉的人到时候全部都会变成丧尸的。组长虽然是蠢了一些，但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，别让公司的那些人抢在前面了。这些垃圾也只有公司才看得上。这时只见天上掉落下2人，程大福众人看去，发现是他派过去的2人早已没了呼吸。此时3道人影缓缓朝着前方走来。我靠，这2个女人真特喵的好看。那个女人长得好像李灵儿，但比李灵儿似乎还要好看一些。今天倒是赚了，原本以为没有任何收获，如今送2个上门，我选左边那个腿长的。那我就选右边公主型，皮肤白得像豆腐似的，不知道捏一下冒水不？都给我闭嘴！老杨，你去问问他们到底是谁，他给我的感觉很危险。你们是谁？为何来我们的地盘？我是谁？我是来杀你们的人。后生，好狂的口气！3个人想杀6个。你还觉得优势在你？小子，你以为我们跟那2个菜逼一样，这么送上门来，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后的决定？这2个女人叔叔给你养着。看来此人能力一般，他根本不知道尤亮飞的不是直线，而是会拐个弯去划破他的脖子。
还以为是很强的人，也就如此而已，搞得气场那么足，结果战五渣。小子，去死吧！只见刚要施展死亡飘逸的油量，却不受控制的向着我手中的刀飞来。怎么会这样？不！这个矮矬穷真是个废物，也只是欺负一下普通人。组长，难道是公司派杀手了？可能只有公司才能培养出来这样的人吧。组长，但我觉得那个矮子好像被控制了一样。从情报上来看，那个矮子的实力不弱，但也不至于朝着刀下撞。恐怕刚刚刹那间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所有人不要轻敌，这小子有点邪门。这时，只见沈仙丽扭着丰满的臀，微微的走了过来。自己的容貌在末世，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我。只要让我近了身，你必死在我的刀下。看我一抹笑意，毫无防备的样子，他娇躯瞬间化为一道残影，手中的短刀直刺我的腰。就在他以为自己的速度堪比闪电侠，没人能看见他时，只见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捕捉到自己的速度？随着力量传来，他身体不由自主地朝着我的怀里靠去，被我一把抱住。腰很细，胸有点假。哥哥，假不假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一对假货而已，就没必要试了。说完，他藏在手心的小刀朝着我。怎么可能？刚刚明明已经划过去了，为什么他没死？相比起你羞答答的模样，我更喜欢你现在这个表情。随着我的发力，沈仙丽感觉自己的腰断，恐怖的惨叫声响彻夜空，咔嚓咔嚓的骨头断裂声音传出，他直接断成了2截。既然你们想杀我，给你们个机会，那就一起来吧。一起上，先解决这个男人。那就让我试试金睛雪道吧，空间斩杀。一瞬间，4人只剩程大湖1人存。我们是公司的人，杀了我，公司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事还跟公司有关？原来你也知道公司，那你应该也知道公司的手段。他们主人要去找公司吗？如果猜的没错，应该是在省城。先处理一下房顶上2只偷偷摸摸的老鼠。我的戏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白看的。楼顶上的2人知道自己暴露，刚要逃跑，却被一股巨大的吸力拉扯过来。那种让人窒息的气场顿时让2人呆愣在原地。看了这么久，有什么结论没有？也很强。再说废话，你们的下场跟他们一样。我们这次过来是为了找他们，因为他们在屋檐市滥杀无辜，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制止他们的行为。但是你们突然出现，所以才在这里看看情况，不要误会。我再给你一次讲真话的机会。话刚落音，旁边的男人突然缓缓飘了起来，双手全部被无形的力量拧断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说谎？我说，我们是来招收他们的，抢在公司之前，但他们却被你解决掉了。明明就是来招人，却被你说成来为民除害。在我看来，你比他们更加虚伪。我和你拼了！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在我面前，你们任何的势力都没有反抗的余地。你休想从我嘴里套出任何消息，要杀要剐随便。你要干什么？刚刚的交流尚浅，让我们深入交流一下。我背后的势力不会放过你，他们会为我们报仇的。我喜欢你这张嘴够硬，希望能一直硬下去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去一趟省城。湖州最高的建筑原本是巨鼎集团的办公楼，而如今已经变成了曙光会的总部。在最顶层，原本的办公室已经改成了剩女的居住之地。在落地窗旁站着一道倩影，光是看着那妖娆的体态就无法自拔，而那张容貌更加惊为天人。如果用铁柱的话来说，这已经是跟李灵儿一个档次。评分高达89的女人回到李灵儿家时，发现房子却被别人给霸占。你们谁呀？乱按什么？小心我去曙光会告你们，让你们接受审判。大姐，这是我的房子，你住我房子干什么？什么你的房子？这是曙光会发放的房子，只有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住。你不会是原来的房主吧？呵呵，赶紧去曙光会看看吧，现在的房子可不多了。不过你们俩长得这么好看，只要当狗，大把男人愿意收留你。我不知道什么叫曙光会，我只知道这是他的房子，你们马上滚，还能饶你们一命。吆喝，知道我老公是干什么的吗？曙光会执法组的，随便给你们安排一个罪名，就让你们死无全尸，送去当实验体。此时只见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儿子，听见我们争吵也拿着武器便冲了过来。还抢到我家里来了，知道我爸是谁吗？老子弄死你们！老公啊，快来啊，你儿子被人杀了。
你们是谁？敢杀我儿子？我是执法组的人，你们将受到圣女的责罚，面临曙光会的审判。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狗屁圣女！敢侮辱圣女，我跟你拼了！看来这个圣女有些手段，在这么短的时间，能让普通人为她义无反顾去死。这个圣女应该就是公司在湖州的代理人。相比起我们在云海的那2个，她的手段更加厉害。但她刚刚倒是给我出了好主意，侮辱圣女。随后我在外面打听得知，其实一开始并不是曙光会控制着城市，而是巨鼎集团。那个圣女靠着美貌自称就是圣女，蛊惑了好多忠实信徒，甚至都不需要圣女说话。那些信徒跟疯子似的把巨鼎给推翻，将湖州交给了圣女。而我帅气的外貌和气质也被意外认成是公司上层来的领导。通过交谈得知，曙光会最有权力的职位有4个，审判长是融合病毒的人，掌控执法组，湖州犯罪者都是他说的算。总督负责湖州的安全，他本人也是一个融合病毒的人。副会长管理湖州日常需求，分配物资等。会长管理他们3人，同样也是融合病毒的人。而圣女的优势，早期就拉拢了融合病毒者，推翻了巨鼎集团。主管，刚刚那大哥到底什么来头啊？你傻，人家出手就是阮中华，毛子应该就是公司的人。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，这消息越传到后面就越离谱。公司高层秘密来湖州视察工作。我去，他是公司最年轻的董事长，难怪这么嚣张。此时在圣女的身边还趴着一个谄媚又虔诚的男人，他如同一条忠实的金毛，想尽一切办法讨好眼前的圣女。他就是公司驻湖州的经理。公司已经派人来了，请圣女放心，有我在，公司不会阻碍到圣女的计划。如今公司换了总经理，这位太子可不像之前那个女人好应付。圣女在上，太子区区蝼蚁，哪敢与圣女争辉？届时公司也将成为圣女麾下的信徒。你去看看这个公司派来的人。是，还请圣女赏杯圣水。只见一个精美的瓶子放在经理的双手之中，里面是金黄色液体。还不快去！我可不想湖州发生动乱。是，遵命。看着经理一脸满足的离开，圣女露出轻蔑之笑。自己这张惊世容貌，没有男人能抗拒，哪怕对方真是神。湖州只是开始，公司也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所有的人将成为我的子民，神会赋予你们光明，而我将赐予你们希望。门外离开的经理意犹未尽，拿着手里的空瓶子猛吸圣女留下的香味。你居然得到圣水！我为圣女排忧解难，得到圣水不是很正常吗？审判长看着眼前这个娘娘腔的经理，贾勇后槽牙都要碎了，自己已经很久没喝圣水了。对了，听说你们7组的人都叛变了，跟了一个据说是从公司来的人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是圣女最忠实的追随者，休要在这挑拨离间。走吧，圣女让咱俩见见这个神秘人。呸！等你没用了，第一个就宰了你。还有那个叫铁哥的，让我看看你是个什么来头。不一会，只见审判长、经理都来了。你就是负责湖州的经理？经理脸色巨变，看来这真是公司高层，对自己了如指掌，而且听他的语气，似乎是来问责的。不知道是公司哪位领导突然来访，我都没好好招待。公司招待我？你那总经理要是泉下有知，你有如此胆量，多多少少要让你多管几个城市。只见经理顿时全身一僵，总经理的死可是绝密消息，一般人哪会知道？而自己也只告诉了圣女，看来他真的是公司的高层。不过你既然想招待我，给你个机会，叫你们的圣女亲自过来招待我。放肆！圣女岂是你能亵渎？哪怕你是公司的高层，亵渎圣女，此正要攻击的贾勇又还没碰到就直接断掉。我的手没有了，日后怎么为圣女效力？圣女都会嫌弃我。主人让你死，那就没人能活。溜的一声，贾勇只看见2道红光从女人双眸之中射出，自己的双腿顿时被融化开。你们是谁？我可是神选的审判长，杀我，你们会遭到惩罚。就算你们的圣女来了，都要断2条腿回去。领导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去让圣女招待你。走吧，我们开房去，告诉圣女，让她把屁股洗干净等着。看着我要走，经理顿时松了口气，以为放过了自己，然而一道力量在脖颈上出现，咔嚓，经理脑袋向后垂下。此时的圣女还在等待经理的消息，但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，圣女的心也跟着不安起来。咚咚咚，急促的敲门声响起。圣女，酒吧那边出大事了。
什么事？整个执法组再加上古勇，连一个人都抓不到。执法组已经叛离了曙光会，经理跟贾勇也被当场被杀掉，甚至还传出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属下不敢说。你说，神会原谅你的。那个年轻人说要让圣女你洗干净，决定等他。岂有此理！召集所有人，我要开启审判大会。圣女得知手下的审判长和经理被我解决，引得圣女大怒，叫来所有高层开会。今天晚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，我希望你们能把这件事处理好，这是给你们的赏赐。能为这么漂亮的圣女做事，哪怕是让我们去舔马桶都行。圣女，我已经集结好了安保部的人员，一声令下，定将叛徒歼灭。愿为圣女抛弃一切，必将拿下叛贼。会议结束后，副会长那辆曙光会002号车驶出，随着后排玻璃降下，圣水从里面丢出来，扔在绿化带里。第二天，铁柱就看见一群人朝着一个方向跑去。哥们，你们急急忙忙去干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啊？昨天晚上叛乱的人在早上全部被抓了，正在接受审判。铁柱跟着男人来到审判场，只见房屋正中央最大的 VIP 室，圣女隔窗而站，她头戴金色发冠，手拿法杖，让她看起来神圣不可侵犯。看来中间那个就是圣女了，那就让我撕下你的伪装，当着你的子民拆穿你。此时开始了审判，一对忠贞不渝夫妻就因为没有加入曙光会就被烧死。昨天扔掉圣水的副会长南姐，却被自己儿子举报抓了起来。圣女下旨要把他扔下滚烫的油锅里。铁柱直接来到圣女门外，门踢开，只见一张年轻的脸庞出现在圣女的眼前。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刚要呼唤守卫的圣女，只见整个走廊外面的守卫早已经全部炸成了血。你叫什么？为什么来这？你不怕我吗？你只是融合病毒的人，为何要怕？之前那个总经理都没你嚣张，他只是让我多呼吸几口，结果他就被我杀了。如果你臣服我，就等同于臣服于神，神会让你越来越强，还会赐你圣水，喝了它，你就会越来越强，呼风唤雨，所向披靡。这要巧啊，我也有神赐的圣液，你要不要张嘴来点？你如此亵渎圣女，将会得到神罚。神罚吗？那我让司机加点速。说完，铁柱一巴掌扇在圣女的脸上，清脆的声音却击碎了圣女的幻想。捂着脸颊的圣女一脸呆滞，自己居然被一个男人扇耳光，这怎么敢？她不应该像一条狗一样臣服于自己吗？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头发却被铁柱给揪住。我们打个赌，外面那个小胖子要是死了，我立马走人；但他要是没死，就要被我玩死。圣女目光看向外面，只见一个男人被按在断头台上，只见唰的一斩头刀轰然落下。这一刻对于周阳来说，仿佛都暂停了一般，紧闭的眼睛缓缓滚动了下，却发现斩头刀停在自己后颈的汗毛上，再也无法移动半分。圣女难以置信看着这一切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出故障了吗？这不可能啊！我赢了！刚来的时候就听说圣女不可侵犯，更加不能被亵渎。我今天就要当着你所有子民亵渎你！我是圣女，亵渎我，我的子民会将你撕碎。我喜欢你的坚持，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神！砰的一声，厚实的落地窗突然炸裂，两道人影出现，众人只见圣女一脸绯红的叫着，后面却有个人在不断冲击着，看着一朵白莲花被玷污，所有人都气得咬牙切齿。这时只见我和圣女直接来到了处刑台上，一旁的霍父脸色骤然一变，端起枪就朝着铁柱清空了弹夹，但子弹却全部落在了铁柱子底下。一条生路，硬生生被你选成了死路，高看你了！霍父恐惧地看着铁柱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飘起来，朝着滚烫的油锅飞去，整个人掉进了油锅里。所有人跟我冲！他敢亵渎圣女，杀了他！然而铁柱只抬起了头，响指，周围的战士全部统统原地炸成了血。不可能，一个响指居然能杀人！障眼法，肯定是他事先在那些人体内装了炸弹。这种手法我也用过，怎么可能瞒过自己的眼？你就是仰仗他们，都是一群垃圾而已。我现在想看你跪下，让你的子民看看你受辱的样子。话音刚落，圣女扑通一声就跪在铁柱的面前，铁柱反手一巴掌，清脆的声音在场内传开：你敢辱圣女，纳命来！跪在地上的圣女看着总督季守山出现，目光里带着一丝欣喜。季守山可是自己的忠犬，拿下湖州他的功劳最大，曾经一人单枪匹马闯入巨鼎集团，将里面所有人全部清除。大哥小心，这个总督很厉害。我喜欢你这股圣洁的样子，别动容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我将会拆穿你的所有行为。就是他给了你希望吗？那我就斩了你的希望。只见季守山青筋暴增，全身肌肉膨胀，仿佛要将铁柱连刀带人一起斩成两，这样才能平息圣女怒。猴子，纳命来！
此时的圣女表情战栗，她没想到那么强的季守山居然被铁柱给一刀斩首。还要装吗？圣女。对了，那边的会长大人，你不应该来解救圣女吗？圣女，看来你的狗对你不够忠诚啊，那我就帮你一个忙，替你清理门户。此时圣女直接道心破碎，自己引以为傲的阵容被我轻而易举就被击碎，更是击碎了末世这2个月的努力。既然你自认为圣女，那肯定是真金不怕火炼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圣女。我就是圣女，尔等只配膜拜于我，赐予我力量吧，我的子民们。只见冲的火焰直接将圣女吞噬，尖锐的惨叫声响彻四周，仿佛直到这一刻圣女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圣女，只是凡人，也会感受到痛。圣女的惨叫声渐渐消失，火焰内的倩影逐渐消融，最后只留下被烧融化的圣女皇冠。看来是个假货。恩人，您就是我们湖州的恩人，可别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，我就纯粹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圣女而已。圣女这个湖州的毒瘤终于死了，湖州还需要有人来主持大局啊。湖州以后让这个人来管吧，你给他当下手。除了没有曙光会，之前是什么就是什么。周阳难以置信，自己昨天晚上还是在末世求生的小角色，今天居然变成湖州的管理者，副会长都给自己打下手。然而铁柱还没走2步，突然耳边再次响起了圣女铁斧。回来吧，圣女，我们需要你的光辉。神罚降临，惩戒这个亵渎圣女之人。见铁柱的身体渐渐升空，站在空中看向所有人喊话：给你们5分钟滚，凡是留下者，我送你们去见圣女。5分钟过后，居然没有一个人离开，所有人都不为所动，还一边唱歌一边左右摇摆。不愧是圣女最虔诚的子民，那我就送你们去见圣女。顿时，铁柱双眼一闪，紫色的阴，原本阴沉沉的天空渐渐昏暗，整个湖州陷入黑暗之中。然而在圣女的指引下，他们的祈祷启动开始变得无比狂热。是神罚降临了，大家快看，神怒了，降下神罚啦！审判亵渎圣女之人，让圣女回归。听着周围人们的呐喊声，铁柱仰天长啸，双目已经被雷震覆盖。真是执迷不悟！你们那么喜欢神罚，今天就让你们好好看看什么才是神罚。刹间，那一片的人全部化为齑粉。与此同时，公司分部一架直升机盘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之上，一个洞井呈现在下方。随着直升机稳稳朝着下方降落，地面再次合拢，根本看不出这里有个秘密基地。地下更是别有洞天，一层层的建筑环绕，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，还有穿着作战服的战士，还有穿着西装的管理人员，所有的一切井井有序。随着直升机停下，这正是现任总经理问成，代号太子。人找到没有？并没有找到，应该是害怕躲起来了。给我找，就算掘地3尺，都要把他给我挖出来。走进屋里的太子快步来到客厅，随着帘子从2旁收缩，里面是一个隔离房，被一个巨大的玻璃相隔。问成手掌按在玻璃上，那双眼睛变得柔情起来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一只枯竭的黑炭手掌缓缓伸过，重叠在问成的手掌上。嘶吼声顿时响起，重叠的手也变成了捶打玻璃，嚎叫声响彻四周。只见里面居然是一具丧尸，但和别的丧尸不同，他全身焦黑，甚至连五官都融在一起。此时也是狰狞恐怖，他正是前任总经理。问成并不打算将心爱的女人埋葬，想尽一切办法要将她给复活，唯一办法就是给她注射病毒，将她变成丧尸，再研究血清让她变成正常人。你放心好了，伤害你的人我一定会亲手抓住，当着你的面将他杀死，将他碎尸万段。白人他饿了，血鲜嫩的。末日这个男人居然爱上了丧尸，甚至还要和他生孩子，只因杀死他的女友。为了复活女友，只能让他变成了丧尸，寻找解。白人他饿了，血鲜嫩的。只见一个年纪不大的女人被拖进屋内。大哥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我不想死。来到隔离房外，直接将女人禁止，按下关门。只见焦黑的丧尸冲了出来，余晖转身离开，静悄悄的屋里只剩下细微的咀嚼声，让人汗毛倒竖。此时，太子和余洛一行人来到一处会议室。各位，这次公司的整体实力将上升一个台阶，总部已经研究出完善的疫苗。太好了，终于有救了。完善的疫苗是从融合病毒者身上提取出来，普通人依然只能靠着半成品疫苗。总经理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生产？这样就可以免费给所有人用了。
各位，我们不是慈善公司，能在灾难之中让一批人幸存下来，已经是极限。我不想听见以后还有人说出如此愚昧的话。清楚了吗？清楚。除了疫苗，总部已经研制出病毒融合剂，请看 VCR。随着视频播放，屏幕上一个公司的战士正在接受融合剂的注射，可以看见战士还是很紧张。随着红色融合剂注入到脖子，瞬间一条条血管从皮下涌出，痛苦的喊叫声让人心寒，一股机械声同时响起。融合程度1%、2%、8%。在达到8%的时候，战士那痛苦的喊叫声停止，融合程度也定格在8%上。各位应该都看见了，视频中的实验体只能支持到8%的融合程度，如果再坚持下去，他全身的血管都被爆裂。太好了，公司的实力太强了，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研制出没有副作用的融合剂。注射融合剂的人，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注射血清，不然依然会爆体而亡。这是刚刚那名战士融合病毒之后的评估。只见视频里的战士能将车门徒手扯下，一拳将墙壁打出了一条条裂缝，甚至在面对手枪射击的时候，能快速做出反应进行躲避。奔跑和跳跃已经远超普通人类，完全达到了普通病毒融合体实力。各位，这个战士只是最弱的一个，如果解决了动物基因融合，那将是人类的一次蜕变。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者。太子的一席话让大家热血沸腾起来。这次的病毒虽然杀死了很多人，但也能让人的基因更加强悍，更是觉得这是一场因祸得福的结果。总部也将这些人统称为新人类，实力从弱到强的顺序是 C B S。过几天西级新人类将会派往各个主要城市维护秩序。我不在的这几天，各个城市情况如何？各个城市陆陆续续出现病毒融合者，有一些达成了合作关系，还有一些成立了一个叫据点的组织在和公司对抗。哼，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等公司第一批新人类抵达，就是他们的末日。对了，太子，今天还有一件事，湖州的经理今天没有签到。听说湖州还有一个圣女，长相极美，这个经理是不是被迷住了？属下不知。从今天开始，一些表现好的经理嘉奖，而表现不好而消失的死。我现在有100支药剂，召集体格强壮的战士来注射。很快，100名的战士被挑选出来。你们很幸运，成为分部第一批新人类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再痛也要给我忍着，别浪费我带来的融合剂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凡是达到 B 级立马提升为小队长，达到 A 级者提升为大队长。要是你们之中能产出 S 级新人类，那么分部的安全主管就是你的。等级的划分为 1% 到 10% 为 C 级， 11% 到 20% 为 B 级， 21% 到 30% 为 A 级， 31% 到 40% 为 S 级。随着实验开始，只见第一名战士被注射后，战士双目圆睁，发出恐怖的惨叫声，他仿佛全身的骨头都在碎裂，大脑就像被充气，随时都能爆掉。融合程度1%。给我忍住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太子，我感觉自己要爆了。忍住，爆了再说。融合程度2%。现在每一秒对于战士来说，仿佛就像1个月那么久，这种痛深入骨髓，根本就不是人类能承受。融合程度3%后，战士直接双眼翻痛晕了过去。融合结束，融合程度3%， C 级。废物，老子辛辛苦苦搞来的融合剂，就是让你们成为最垃圾的。谢级吗？只见太子突然脱掉了外套。我不需要废物，没达到10%者死，包括我自己。来，给我注射。剩下的99个战士没想到太子居然自己上阵，将太子的四肢牢牢绑住后，医护人员开始了注射。差天，太子全身肌肉紧绷，血管鼓胀，但他没有叫出来。融合程度1%，融合程度3%，融合程度1%。这点痛算什么？哪有失去最爱之人痛？在达到10%的时候，问成的双目开始充血，全身通红，宛如火烧一般，甚至能看见皮肤下一根根血管。丁，融合程度11%。瑜伽兄弟站在旁边都感觉到太子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热量很大，他身上的血管仿佛膨胀到要爆裂了。丁，融合程度19%。问成的那张脸开始变得扭曲狰狞，一双眼睛通红一片，加上那狰狞的面孔，让人胆寒。丁，融合程度22%。而太子的意识也越来越弱，知道这已经是自己的极限，但还不够。A级还不配我太子。突然一道虚幻的声音在问成耳边响起：“你就是个小垃圾。”意识迷糊的太子抬头看去，没想到眼前出现的居然是铁柱，还有跪在地上的心爱之人。铁柱，你有本事冲我来！就你算什么东西？丁，融合程度26%。
铁柱，别杀他！你杀我，我求你了！周围的所有人都被镇住了，因为太子他正朝着空气疯狂的大喊大叫。你求我，我就要答应，这显得我很没面子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不！丁，融合程度29%。太子看着心爱的人缓缓倒下，此时全身的痛都顶过心脏。你又能奈我何啊？太子看见铁柱用着藐视的眼神看着自己，甚至继续朝着心爱之人继续开枪。铁柱，我要杀了你！不管你躲在哪里，我都要把你找出来，将你的肉一块一块一块切下来。丁，融合程度30%。带着复仇的嚎叫声，太子终于意识模糊，陷入了晕厥。融合结束，融合程度31%。S 级。刚要去扶太子的余洛却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握住，余洛差点感觉自己手腕要断了。我还没弱到要人扶着，想要在这末世之中存活，那就要死而后立，才能破茧而出。说完，一拳轰向身边的水泥墙，轰的一声，直接将墙壁一拳击穿。大家倒吸一口凉气，病毒融合者只能在这种墙壁上留下裂缝，太子居然能一拳击穿。你们俩负责监督我再降低一点，达不到5%以下的死，把那提醒关掉，免得听到打料之后就放弃。我还要好好感谢你的铁柱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只是妹级。希望我们能快点见面。只见太子直接跳出了10米高，落在靶场中间，随后让2把枪扫射。太子拿起一把长刀如意，在枪声中子弹被击落在地。众人欢呼之际，太子走到旁边的一辆报废车旁，举起长刀，轰一声，车直接被一分为二。太子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目光的杀意更深。铁柱，你给我躲好了，不然就把脖子洗干净受死。来到注射室，所有人基本上都注射完毕。刚才注射的战士有70个达到了5%以上的 C 级，29个达到了 B 级，其中20个刚刚摸到门槛11%，可惜有一个达到了20%，再忍一下就是一个 A 级。这个结果不能说漂亮，还算是满意吧。那个箱子的夹层还有3只，你们俩也注射。你们俩要是达不到 A 级，就去自裁吧。A 级，我们兄弟目标可是 S 级。5分钟后，余家兄弟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。其实 A 级挺好的，真搞不懂太子你怎么能强撑到 S 级。余辉，你带些人去湖州，看看那边到底什么情况。经理要是死了，你们就接管；经理要是没死，那就让他死，然后接管。从今天起不存在合作关系，只有上下级关系。反抗者格杀勿论。是太子融合了病毒，我早就想大展拳脚了。别忘记了，每个月要注射血清，你们的命可是掌控在公司手里，公司能成就你，也能毁掉你。这边我从副会长南杰那里打听到，周边还有3个城市融合病毒的人，一个是云潭市的鹤瘸子，另外一个是全市的鬼王，还有就是巨臂的一个蒙面女人。此时3人正在全市的一处别墅中。刚刚收到不确定的消息，湖州的圣女被烧死了。什么？你确定吗？不确定，我的人只说了圣女被烧死，估计凶多吉少。怕不是陷阱吧？有公司的人在那，谁敢动圣女？那不是老虎嘴里拔牙吗？那就看后天会议，看他来不来就知道了。